只要有信号就来看我。年底被裁员了，那就说明新的机会马上就要来了啊。是的，是的，就是因为这个事儿。就是前两个月在我们直播间出了一个大八卦，然后呢，一下子所有的八卦博主、八卦公众号就把这个事儿弄上了热搜。然后因为这件事儿，所以现在对我的整体的账号影响是非常的大。然后后面在很多的博主说我干嘛的，其实都是属于加油添醋加油添醋煽风点火，但是不是这个事情的核心原因。对的，所以说呢，在这个时期，为了让一直以来都每天要守着我直播的宝宝们还能看见我，那我本来呢是想要休息一段时间的，但是就觉得还是有那么多的人希望一直能够准时准点看到我，对吧？我要是休息，好多人都睡不着，他们在我该直播的时间，如果看不到我的话，感觉都睡不着，是不是？心里都不安心。所以说我还是得不管怎么样，哪怕是弄会议室，是吧？哪怕是弄线上会议室，也得给大家把直播开了。希望大家可以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出去，好不好？我们现在的直播想要有新的流量，新的人能够看到我的话，现在唯一的途径、唯一的方式方法，就是靠我们直播间现有的小伙伴帮我们把直播间分享出去了。对的，我们还是非常非常非常的需要新的流量的，因为现在的团队也不像原来的团队只有3-5个人了，对吧？我们现在的团队有100个人啊，我们现在已经是一个有100个人的团队了。我也是一个100个人的公司的老板了，已经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了。以前嘛，就是说反正就3-5个人，对吧？这个起起伏伏都是很正常的，然后也是非常容易适应的。但是现在呢，有这么多的人指着我这个账号，指着我这个 IP 在前面，所以我现在是对内我有100个人的团队，对外还有这么多每天守着想要看我们直播的宝宝们，我是真的不敢休息。说实话，我是真的1周3场，无论我在哪里，无论我是生病还是怎么样，还是刮风下雨，在全世界的哪个地方，还是不能停。目前来讲的话，还是不能停。其实我个人的话倒还好，对吧？对呀。所以说大家还能每次都能找到我们直播的宝宝们，希望你们可以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出去，分享到你们的微信的家庭群、好友群、朋友圈，对吧？这样的话呢，我就觉得我的坚持会更有动力，更有力量。欢迎各位宝宝，欢迎各位宝宝啊！现在不确定，我其他的大平台不是不能播，你明白吗？我任何时候开新号，我都能播，但是播了以后它会状况百出，或者说你在现在这个时期，这么的敏感，那我又顶峰，对吧？还是这样子在大平台上抛头露面呢？可能对我们这个账号的影响会更大，所以说不是不能播，而是说选择性的避风。选择性的避风就是这样。所以说等到年后吧，我们再慢慢的去弄。对，你们超爱我，我也超爱你们呢。不是说年后就可以，而是说我们要慢慢的调整，慢慢的看，很多东西需要去协调，需要去处理。
那我不好就是在什么东西还没有尘埃落定之前，对吧？我们还是说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啊，我遍地开花的去做去播，不是不可以，而是说从长远的角度上来说，我不希望引发更大的系统性风险，这个是我的意思。我们自己的这个小程序马上也要上线了，但是我的小程序呢刚刚上线，也没有办法做直播这个功能，因为直播这个功能它其实还是相对来说非常复杂，而且是相当烧钱的一个功能。你们看我现在用这个小额通直播，我每天的固定费用差不多是在3000到4000块人民币啊，我每天在这里给大家直播一场的固定费用，不直播的时候也是这个费用。为什么？因为不直播的时候，我们给大家生成的直播回放会放到这个 APP 上，然后你们是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回放的，对吧？就只要有人来使用我的这个平台，不管你们是来看我的直播，还是看我的直播回放，还是看我的课，这个平台每天收取我大概是3000到4000，可能还会再涨的这么一个费用。我们自己做 APP 的话呢，目前暂时如果要开这个功能的话，可能费用会更高。所以现在都在 on the way 吧，在路上，我们一点点的去完善。对的，每天，我跟你们说的是每天，对的。所以说现在你看，都说啊，曲你这个赚粉丝钱，现在我们赚钱的同时，但是其实我们的成本是非常非常的高昂的。我给大家直播的成本是非常非常高昂的，还不说我们平常的直播配置这些东西了，对吧？就是在这里给交给平台的费用就是这么多，你们想想看，还有100个人，我经常看到，就是现在有一些自媒体博主在拍嘛，说啊，他们每个月要发多少钱，我都想我都不敢说，我都不敢说，我们发出去的钱其实真心话，我觉得是很吓人的，很吓人的。我们来开始连麦吧，好不好？来开始连麦了啊！就一个吗？你多写几个呀？这个没连我。我们不是你们说，我跟你们说啊，就是你们说什么海参什么的，他个人是没有这样的力量的，明白吗？他个人是没有这样的力量的，他们无非是因为想要做我的业务嘛，他们孵化的博主想要做跟我一模一样的业务，连课程的名字都跟我是80%的相似，对吧？从课程到课程大纲到后端的变现到线下所有的东西，他们都是1比1的，1比1的来做我的东西，1比1，完全1比1啊！因为我的很多合作方都有在跟我讲，所以说，他们只是说作为一个竞争对手，但是从实力的竞争角度上来说是没有可比性的，他们是没有可比性的跟我，但是不是因为这个，是更高维度的东西，不是因为这个，他们不是做的什么糖糖什么的，对吧？从课程到后端的项目，全部的东西，直接就是1比1的弄我的，Hello， 哎，听得到吗？哎，你好啊，曲曲，我是你的超级死忠粉。Hello，可以哈。你好，你说。我从最开始就关注你到现在了，除了你闺蜜圈的其他产品我都体验完了，超级表白。有温妮老师，我觉得就是跟了你这几年之后，完全脱胎换骨了。然后我现在也把你当我的榜样，然后正好2024年了，所以我就想让你来给我一个整体的指点。
然后我今天是有工作和感情两方面的问题。我先说一下我的基本盘，我今年是30岁，然后颜值可能6、7分，身材还行，然后原生家庭一点助力也没有。我现在年收入是60左右，有车没有房，存款100来个，在1线城市。然后我现在工作上的问题呢有2个，一个就是因为我现在自己在创业，然后我在跟我的合伙人，他是个男的，也是我的大股东，然后我们去见一些行业大佬的时候，我应该怎么样才能跟他配合得更好，怎么表现更合适？这个问题主要是因为有一次他突然间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那个你其实可以说一些工作上有趣的事儿，让别人觉得你更专业或者更尊重你。我就总觉得他这话里有话，然后我就不知道我哪儿做的有问题，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就是我去见什么叫有趣的事显得更专业更尊重一点？对，因为我以前的那个，比如说我们一起出去的话，我更多的，我记得您之前教过说做好服务的角色嘛，所以我一般就是比如说各种有点眼力劲儿，然后可能说一点玩笑或者什么东西，让大家更开心一点。但是他就给了我这么一句话，我就有点多心了，我也没有问他，我不知道这个事儿我是不是应该放在心上？那你为什么不问呢？你为什么不问呢？你看，我昨天还在跟我们团队说，我说以后呀，我们团队要写一句话，当做我们的企业文化之一，就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很重要。你听到任何一个人对于你的评价，如果这个人是你在意的，你会在意这个人的评价，或者这个人他给你的一个指令，你需要完成这个指令。那么第一件事是弄明白是什么意思，很重要。明白，行，那我回来我就当面跟他聊一下。然后另外就是见女性大佬的时候，我现在呢尽可能表现的就是我表达崇拜，然后就是我会夸，但我总觉得我做的不够好，我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是可以更落地一点的，我能立马做调整的那个动作，能让人家觉得我是一个很坦诚、很真诚的人。哎，是卡了吗？我等一下，这个网怎么不好？哎，我你能听到我话吗？哎，OK，就是你在说很多东西的时候，它都要具体，要具体。你是平常是怎么夸人的？你跟我举个例子。就比如说今天咱俩见面，然后正好您说您的业务，我可能会那您这个确实做的比较好，我确实就没有想到您原来是这样做的，是怎么样？就是很匮乏，我就是觉得做的很匮乏。然后别人做的好，哪里好？1、2、3、4、5哪里好？你要说你哪个地方原来是怎么做的不好，或者说有一个什么点，哎，你之前有个事是怎么干的？你说，哎，你今天说了之后，我就觉得你的这个方式方法确实会解决我当时的一个什么问题。明白。对，我就是觉得我在实践的时候，我就夸的你们这个挺好，哎，那个挺好，这有什么用的？好嘞，行。我大概知道了，然后现在感情上问题是这样子的，然后我有一个男嘉宾，他大概是这个算是伯乐男吧，我觉得在围城内，然后一个小目标，然后比较愿意在我的成长上提供帮助，3个月下来大概有100多个，然后这一半呢是事业上，一半是学习上的，不是一半是事业跟学习上支持，然后一半是个人包装上的提升，比如说买车买包之类的，然后现在比较积极的呢是说明年会希望送我去读书，然后他现在表现会比较上头，他表达我们关系比较好的地方是因为他觉得10点半和认知上是比较好，觉得比较有生命力，做事业也很拼。然后我现在的问题呢有几个，第一个就是因为您之前讲过，就如果要是做这种关系，就是那要少奋斗10年的关系嘛，所以那我就想，那我就应该要去买房子。但是因为这个上学这个事儿，它是需要1年才能考下来交学费，所以我不知道这个买房子跟上学这个东西，它应该怎么同步规划着。你就提呀，2个都提，提了以后你要看对方反应。你提买房跟提什么上学，它本来也不是一件事儿。任何时候开心的时候，有什么诉求可以往外提，提了就可以开始规划。你不要去想着他会不会搞了那个又搞这个钱没了，这不是你要想的问题，这应该是对方告知你的问题。明白。他现在就一直在说那个买房，就是那个上学的事儿，他一直在说了。说呗，推呗，你有想买房，你也说，没问题。那我就直接在比如说关系行做地补做不做，推的后边商的嘛。我应该怎么样能更好的把想买房的这个事儿说出来呢？我记得当时您金贵关系里边其实有过一个话，我就用那种话那一句话术说，是不是就可以？
就比如说我现在住的房子那个不能满足我现在什么的什么的情况，然后那个我希望在北京有一个家之类的，是不是这个样子？去过，他来过。他去过你家吗？对啊，他在你家的时候，你就直接说不就完了吗？你说这个房子怎么好想换个房子呀，可是现在又买不起。明白。然后我们现在日常是大概是1周见一次面，基本上就是在家，然后他也不太愿意出去，也很少说自己的私事儿。然后我怎么样应该能创造一些经历，比如说好的回忆啊，或者说能让关系更升温的事儿呀？你现在有在1v1吗？有，但是我最近一直约不上维尼老师，他好忙，一直约不上。你不用约他，你约别人是一样的。你听我说，你约别人是一样的，你不一定非要约他。我们现在的老师水平都很高，你不一定非要约他。你约别的老师，说不定还能给你一些新鲜的一些感觉，知道吗？明白。好嘞。有很多客户在我们这里都是换了好几个老师的，因为你们的这些事儿，它必须要有场景，就是需要你要的这些东西，必须在平常的沟通当中找到底。明白。那我再最后问一个小的实践问题，我觉得我好像都是这种实践上不知道该怎么办的，就是比如说现在因为我想要大的嘛，对吧？那像平常旅游啊或者买包什么的，可能10几20个的这种，我还能开口吗？哎，我听不到声音了，我好像卡在这儿了。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开口，只不过每次达成一件事之后，可能要稍微停一段时间，再达成另一件事。现在可以，就是有点卡，就是稍微有点卡。好，现在呢？现在可以听到我说话吗？现在很流畅了。对，就是比如说我因为上个月嘛，就刚好就大概要了一个小的，然后因为是一个那个奖励，然后但是过年的时候可能就是想再要一个，比如出去玩啊什么，就差不多也能隔个1、2个月这种，其实就可以。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明白，没问题，明白。那就剩下的再细节的问题，我就去1v1就行。对，你不用非要等温妮，好不好？好嘞，好嘞，谢谢，再一次感谢，爱你，拜拜。我刚才是用的5G，然后我现在把 WiFi 连了，那5G 好像不太行，现在应该流畅了哈，现在应该流畅了吧？因为我最近我们不是做那个，我们不是一直在做那个哼哈10点半的项目嘛？因为我跟你们讲啊，可能说出来很多人，圈外的人会觉得我在吹牛，但是圈内的人就明白我在说什么。我就是在他们这个圈内啊，现在认为我是颠覆了他们这个行业的，就是10点半哼哈呀，他们圈内认为我是颠覆了他们这个行业的。为什么？因为我是第一个在这个行业上把线上跟线下打通的人。在我之前有很多的人，包括其他的一些人，他们也孵化了很多的原来在这个行业内的人，但是后来发现他们打不通这件事儿，从线上到线下。因为哼哈10点半所有的这些项目，它本身都是过户项目，它都是比较高精尖的高净值的一些客户，然后这种项目呢，它是需要非常强的信任度，非常高的粘度，所以以前传统的他们做这些的呢，都是从线下的一些美容院作为渠道去给他们做渠道供应客户的，供应流量的。但是我是他们这个行业唯一一个直接从线上往线下把它打通的。现在整个做这个赛道的，我们情感赛道的也好，做哼哈这个10点半的这个赛道的也好，所有的人现在全部都在复制我，全部都在抄我。不光是我刚才跟你们说的这个某哥某堂，不光是我刚刚跟你们说的这些，是除了他们以外，所有的想要做进来这个类目的人，现在他们只有我一个可对标的对象，没有第二个可对标对象。
所以说，其实我可能比大家所想象的，给这个行业可能带来了更大的影响力，不仅仅是在情感这个赛道去颠覆了他们这个行业，影响的这个行业已经是情感这个赛道里边公开的了。但是其实，在哼哈10点半的这个领域，我也是线上到线下打通的第一人，没有，在我之前没有人这么干。所以你们知道，其实为什么我常常跟大家说，我是不认可抄袭这件事的。我从头到尾，就所有的 MCN， 所有的做 IP 孵化的人都在讲，啊，上来就是对标，上来就是抄。但是为什么我其实不认可？因为我觉得其实商业它真正有趣的地方就是在于它各种各样的玩法。我认为一个商业它的成功是有千千万万种可能性的，关键就是在于你自己的思维能不能够形成闭环，就是你自己能不能够把这一条线上的每一个点把它想明白，你就能把它闭环上。只要你这个逻辑能闭环上，那么这个链路就能通了，就能盈利。但是因为他们不具备的这样的一个商业链路的构建跟打通的能力，所以他们只能选择去复制、去抄袭，因为他们的能力其实没有达到这个 level， 没有达到这个层级上面。所以虽然说我跟大家说我不讲商业，因为我不想去淌就是商业 IP 的这滩浑水，但实际上在我自己所操作的，无论是我们的情感的咨询项目，还是我的课程，还是我的这个哼哈的10点半的项目，在这3件事情上，我对于行业来说都是非常颠覆性的。你们有没有发现，其实在我之前，基本上所有的做知识付费类目的，他们玩的一个全部叫做低转高，你们知道吗？就是你们能够看到的其他的人，所有的其他的人，他们做的动作都叫低转高，就是低客单价引流，然后再来进行非常强性质的销售，然后再去转高客单价。但是他们的这个成功概率其实很低，但是我这里没有低转高。你们有没有发现，在我的整个体系当中是没有低价品的，没有低价产品。我最便宜的东西就是我们的金贵的关系。我们整个链路里最便宜的就是金贵的关系，对吧？就是我们金贵的社群就已经是我们的最低的一个门槛了。他们都不相信我的很多合作方，因为他们有各种各样的线下的合作方，他们会有各种各样的线上的一些 IP， 想要去找他们合作的时候，他们都会来问说曲他们这个团队到底是怎么做的，他们都不相信我们有低价品，不相信我们没有低转高这个过程。然后他们不明白为什么客户可以在我们这里购买高客单价的产品，为什么我能够把10点半哼哈这么高客单价的产品直接放到线上来做，他们都不能理解，也不相信，所以他们只能照着我1比1的做。其实所以为什么你们看到我会被这么针对，其实并不仅仅是因为所谓的价值观言论这一块，还有很多其实是背后的一些商业层面上的一些东西。所以我不给大家讲商业，但实际上在我们的操作路径当中，我们的商业其实做得非常非常好的，你们知道吗？但我不愿意讲商业，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就好像我在拼一个积木，我自己都在拼的过程当中，但是每次我拼到5块的时候，可能就有人来开始拼第1块了，我拼到第15块的时候，可能他们就开始拼第5块了，就是这种概念。那情感呢，人际关系呢，是我过去10几年的一个积淀。我现在讲起来其实是一个降维打击的一个感觉，我讲这个东西我会很轻松。希望大家可以第一件事啊，先把微信2维码扫起来，这是第一件事儿。扫了我们的微信2维码，扫了我们的微信朋友圈，不会走丢，无论我在哪个平台，或者未来我转到自己的平台，大家都不会走丢。第二件事儿，希望大家可以转发我们的这个直播间，下面最中间下面有一个钮可以转发到你们的朋友圈，转发到你们的闺蜜群啊、家庭群都可以。然后右下角的这个小黄车点开，可以看到我们所有的服务类目，我们的咨询，还有闺蜜圈，还有金贵的关系的正版课啊。来，我们下一个，养活了好多盗版。盗版那就不说了，那都属于苍蝇腿儿。下一个是谁？
喂，你 Hello，好，学学。你好，你好。Hello，你听到我讲话吧？听得到，你说。就是我先说一下我情况吧。然后我今年23岁，然后跟这个男嘉宾在一起了3年，然后他大我11岁，然后是我之前上大学的时候，然后那会儿直播然后认识的，然后认识在一起大概半年左右，然后就是我才知道他扯过快乐症，然后还有个粉球。但是这个事儿是通过他上一个就是围城里的那位打电话告诉我才知道的，然后他那会儿就还骗我说是因为那个人不甘心，然后不想他好过，所以才来找我。然后我们之前因为一直都是异地恋，然后我还在上学，然后他出差，然后就是我也就信了他说的话。然后上一年我大学毕业以后，本来是要去工作的，然后他不想让我去，我就没去，然后我就来到他的城市生活了。然后，就是，他是来到这边我才知道，就是他是属于那种虽然扯了快乐症，但是还是不离家的那种。然后他就是每天现在就是上完班，然后下班来找我，然后晚上还要回去。就是我以前其实是想过跟他有以后的，但是这个情况，他就一直在拖着我吧，就说让我给他时间啊什么的，就是也挺内耗的。然后他今年1月份的时候，当时是那个出季，然后给我买了一辆车，但不是全款，就付了个首付。然后他现在每个月就是除了帮我还车贷还有房租以外，每个月给我2、3个 W 吧，然后就是也够我自己花的，因为跟他在一块儿我也花不着什么钱，他也会给我买东西什么的。然后现在就是因为我之前没有去工作，然后现在又有一个机会，就是说，去工作，但是他还是不让我去。然后他就说我要是去工作的话，然后我们俩就不在一个城市了又，然后他就觉得我们可能会感情变淡啊，然后分开什么的。然后，我就觉得他不给我米的话也行，我自己也有点存款，也够花的。但是我想让他帮我把车贷给还了，然后我就有跟他提，然后他就又跟我说等到明年过年的时候再给我还。然后我现在我也不知道是先要继续这样跟他拖着，还是说我应该去就是工作，然后就是扩展一下自己社交，因为我跟他在一起这3年，他对我的控制欲还是蛮强的，就我没有什么社交的，就我都不能跟男生聊天的那种。姑娘，嗯，你能给我一个他不去控制你的理由吗？你这么好控制，就是不是一点成本都不需要就能够控制你？请问他为啥不控制你？因为之前那会儿还很小，就很上头，对他就是你不要因为所以的，你跟我说一说。他要控制你，反正他也不花钱。他说让你不搞啥，反正你也无所谓，你也不反驳，你也不找他要点啥，最后就是顺从。那他为什么不控制呢？因为我之前直播嘛，然后就是因为直播要维护那些大哥，然后他就是怕我跟那些人就发生什你么关系。还是他怕这，他怕那，他怕的，他花了多少钱怕的？嗯，他给你多少钱让这些事儿不发生？他也没有吧，就是跟他对，在一块不给就儿，可以不发生。所以为什么要给？跟他在一块儿3年，就是大概有花了就200个 W 左右吧。你够不够嘛？你觉得200够不够嘛？够那我们就不说什么了嘛，对不对？不够。够那就熬着嘛，对吧？那我就是因为我去工作的话，就也跟他就异地恋，然后就是他就觉得我们可能练个毛啊，异地恋，异地恋个毛，练什么玩意儿练？就是跟他断掉是吧？因为他也你一开始你图这个男的图的是啥？就是也肯定会图物质嘛，但是也有情感的需求。你主要是图什么？70%是图什么？物质吧。70%图物质，其实是可以不图婚恋的，是吧？嗯。这个人什么身家水平？他每个月有60到100个 W 的收入，但是他现金流并不多，因为他就是都会去理财啊，就是投资什么的。每个月有60到100的现金收入，然后呢，不能把你的需求放作优先，要把理财放优先。因为他每个月有60到100的收入，
每个月里头能不能都拨出一部分先放你这儿？为什么每个月要拨出一部分先进理财呢？因为他有，就是他的那个钱那个他们有一个粉球，然后他那个女的就是帮他就对他就工作上有很大的就是财务一方面，然后他就是跟他一直都有这种来往，就断不掉他们，然后他就是又不敢跟那个女的，就还在跟那个女的扯，然后就还不敢跟那个女的就承认我，虽然那个女的知道我，然后但他也一直不承认，然后他就说他如果每个月有大额的支出的话，他那边就会看到，就不帮他做事儿了。你说的非常好，所以说呢，人家呢是帮那边挣钱，对不对？帮那边钱给那边管，跟你有毛关系啊？跟你有毛关系？什么地方是为你做出的牺牲？请问？好像也没有。什么地方是为你做出的牺牲、让步、付出？什么点？你在哪呢你？但是他这个车贷，我就想让他帮我一次性还清，但是我现在拜拜呀，走啊，拜拜呀，不要再继续了。就是要和好的话就一次性还清啊。如果说他都不一次性还清，说明他也没有那么想要跟你和好啊，是不是这么简单？你现在说的3年，好像这个男的对你有多上头，无数的无奈造就了他无法离开那边似的，无数的无奈造就了他无法跟那边摊牌，无法离开。既然是无奈，那这个车贷也不是很多，对吧？那你说你人都要走了，把这个车贷还了不为过分吧？为了挽留你还个车贷不过分吧？要是说为了挽留你车贷都还不出来，那这说明不是真的想挽留你吧？这个逻辑没毛病吧？然后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上半年直播的时候，然后也是直播间的一个大哥，然后他当时是给我刷了有小100个 W 吧，然后呢，但是他就是当时要跟我处对象，然后我那会儿就是没有同意，然后因为我不是很喜欢他，然后但是他后面又就最近就也有一直在跟我联系，就还是要说再处对象啥，但他现在就不对我付出了，然后我就说那你都对我不好了，我为什么还要跟你在一块儿？然后他就一直说我要必须成为他的女朋友，然后他才会就是对我像以前比以前更好的那种，但我就老是觉得他是在跟我画饼，然后我就也一直没有吐口或者干嘛，就是我也不知道我跟他是还要继续拉扯吗？你还有多少钱车贷？30，也就30啊，说多一点吧，往70说行吗？或者你说你让他给你换一个100多的车，你说你给我换个100多的车就当定情信物了，我就跟你谈恋爱，正好你就把前脚这个踹了，我觉得挺合适。行不行？那就是我去工作的话，我要去工作吗？应该有什么理由支撑你不工作？因为那个男的不让。就是还有就是直播吧，就因为我虽然不是全职主播，就是断断续续偶尔播一下，就是也能给我带来一点收益，就是但我觉得工作的话不能好好播呢，小姐啊，因为跟他在一块儿就老是围绕着他转吧，就只要他来找我，凭什么呢？我觉得我现在就都感觉有点真的被他是像您说那种驯化一样，就真的是那种充值充够了没，小姐？又是蓝光又是 VIP 的。其实我去工作，他更多的他就很害怕我被别人拐走，他那种怕呢？怕不是不能解决问题，他怕好解决，对吧？你现在的问题是你怕，他不怕，他怕什么？他什么都不怕，他反正什么都不用给你，我都不会干，他怕什么？对，我觉得也是要去工作，因为我之前那会儿，因为他没去工作，其实是有一点遗憾的，然后错过了那个机会，然后现在机会又来了，还是得就是拓展一下自己吧，就首先这第一步。还有问题吗？没有了。好，拜拜。好，谢谢啊。搞不懂你们啥逻辑。我不能出去工作，因为他怕我出去工作认识别人，那不是正好吗？那不是皆大欢喜吗？他越怕什么，你越要干什么呀？对不对？他为了消除他的恐惧，然后付费；他为了消除他的恐惧，增大充值；他为了消除他的恐惧，持续续航。
是不是这个逻辑？是这个逻辑吧？这个因为所以是这样的吧？因为他怕，所以我就不干了，所以他就不怕了，所以我们两个人就你好我好大家好了，你好吗？你好吗？啊，你每天房子没有，是不是？阶级跨越不了，你好了，你挺好，那就是说明你只值着，对不对？那就是你只值着。什么叫他怕，所以我不能搞？他怕，所以我不能搞。这话呢，就是说他的付出要完全达到了你心目当中的绝对金额，对吧？就是你现在放眼望去，你认为这个世界上都不会有第二个男的比他为你花的多，你是这么认知这件事的。这个世界上我放眼望去，我现在不可能找到一个比他还花的多的，对吧？那我这个时候当然是他说什么我就得听。这是哄老板的概念，哄甲方的概念，哄爸爸的概念嘛，对吧？你现在我问你，两百多不多？够不够？不够。但是我依然选择顺从，你什么毛病呢？对不对？他能够这么便宜的就让你顺从，为什么要花出更大的代价让你顺从呢？达到的结果都是一样的，既然便宜就能办到，为什么我要花更多呢？是不是这个逻辑？自己怕，对呀。就是自己怕这个男的不爱他了，这个男的不喜欢他了，这个男的把他甩了，他怕的是这。我老说了的，如果相较于一个男人怕失去你，你更怕失去对方，那么不应该是他给你花钱，而是应该你给他花钱，对吧？如果说我很怕失去他，他没有那么怕失去我，是不是应该你给他花钱？人家为啥给你花钱呢？是吧？我又想念他的情绪价值，又想念他的10点半的价值，我贪图他这些身体上的、精神上的这些东西，所以你该付费的，对不对？你应该花点啊，是不是？你怎么还能找人家要呢？对不对？你要人家的服务，那你应该给予人家的服务绝对的付费呀，逻辑搞明白，好吧？来，大家先把右下角的这个微信二维码扫起来啊！还有没有那个有从别的地方来的吗？有从微信之外的地方来的吗？扣个1，我看一下有没有。有没有从微信之外的地方找到我现在这个直播间的？有吗？有的话扣个1，我看一下。微信里头的链接是错的。朋友圈里今天发的直播链接是错的。是吗？是对的还是错的？你们是从哪来的？没有，扫码是对的，链接是错的，是吧？那个没有从别的地方来的是吗？没有从其他的地方来的，有从其他地方来的扣1，我看一下，有吗？没有，好 ，OK， 大家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一下啊，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到你们的朋友圈，分享到你们的家庭群，分享到你们的闺蜜群。然后右下角的这个小黄车点开，可以看到我们团队所有的服务，我们的咨询，还有闺蜜圈，还有这个金贵的关系啊。有的是对的，有的是错的。咱们链接点进去直接是扫码。来，下一个。Hello，可以听见吗？哎，可以说。你好，就是我特别喜欢你，然后我觉得你很清醒，所以就是想咨询一下，就是我就感觉，因为明天是我28岁的生日，然后我就觉得是不是我就回想了一下，我这个谈了大概有10年的恋爱，我就觉得是不是我的问题？就是我先讲一下我的基本盘，我呢是今年28岁，然后学校的话呢是全球前几的
研究生，工作也是特别好，也是前几的那个医药公司。我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我的身材很好，长相也是很好，就是所有的这一些关于我自己的方面，我一直都是非常非常努力的，就是把自己做到更好。但是我发现我身边的人，我感觉一直都不对。就比如说是男生的话，我谈了大概有四段恋爱，就是这几年我才感觉到，就是身边的男生并不是很愿意为我付出，一般付出的人基本上都是我。就比如说，我想让别人对方为我付出的话，他们就会说啊，你需要吗？怎么样的？我对身边的然后呢，跟我说，当对方说你需要吗？你会回什么？我就回的我说我需要呀，我说为什么别人都需要我不需要呢？然后呢？他们就会说我觉得你自己也买得起啊。然后呢？我就会说，我当然是不是说买不买得起的问题，我是希望你给我买才会有特殊的意义，然后我也能很开心。然后当现场遇到一个你想要的东西的时候，你会直接让对方去付费吗？现场遇到的话，我一般会表达喜欢，但是我不敢。你看，就是说我好喜欢呀，好不好？你接着说啊，你接着说，那我从去年分手了以后呢，我发现我碰到的男生都是想要跟我短择，然后短择也就算了，他们就会觉得我身边有其他的那种男生，然后就会特别爱管我，那我就会想说，我跟你什么关系都没有，你为什么要这么管我呢？然后每一次都是会有一些矛盾。然后我就会把对方给删了。什么关系都没有，就管你，然后你的反应是什么呢？我就会生气啊，我就会说，我跟你什么关系都没有，你为什么要这么管我？你这个话是听起来像撒娇，是吗？听起来像撒娇哎，但是我很生气啊，我就你是用语音说的还是文字说的？文字，我一般都会发。你看你的文字一打出来，我跟你什么关系都没有，你为什么要管我？听起来就好像别人马上要接一句，那你是我女朋友啊，那我是你男朋友啊，你听起来好像是在索求别人跟你给一个身份。其实也有，我也想推进这个关系，但是我感觉对方就是。我跟你讲啊，你看你的逻辑是错误的。你是我们的学员吗？还不是。你下去以后呢，先把金贵的关系先下一个单，然后呢，先进一下我们社群啊。你看啊，我提的2个问题非常简单，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很多的答案都在这样一些简单的问题里边，没有你想的那么复杂，知道吗？你的逻辑顺序是错误的。为什么一个男生什么都还没有付出之前，我就想要去用这样的语言说，那你跟我又没有什么关系，你为什么要管我？为什么我要说这样的话呢？对不对？不应该是我先引导你的付出吗？对呀。为什么是我先索要你的身份呢？身份应该是我给你的奖章吧，是你的付出到位之后，我给你颁的奖叫身份。明白吗？所以你这个逻辑就是，你长得漂亮，身材好，本来呢应该是一个高高在上的，结果聊着天啊，人家管你干嘛的，你马上就开始递橄榄枝，对吧？你递的这橄榄枝就是，那我是你女朋友吗？那你是我男朋友吗？对不对？这是不是就 low 了？对，我也觉得有些时候其实我自己不是那样，我就觉得是男生会让我显得自己很 low。对呀，这种很简单，我跟你讲啊。你要跟一个男生出来玩约会干嘛的，对不对？想要知道很简单，看到什么东西了你就直接说起来，他说到买不买的点上，说到付不付，你就那我就喜欢这个，你现在就给我买啊，这么直接。你要做我男朋友吗？你不是要做我男朋友吗？你做我男朋友一点诚意都没有，一点表示都没有啊。对，
那但是他们会觉得我身边也有很多人，然后又觉那不得我特别是应该的吗？哦，哎，你看，你为什么老是想要自证呢？自证我是清白的，自证我干干净净，白莲花一朵，我有必要吗？你觉得我身边有很多人，你觉得你想怎么觉得怎么觉得？问题在于你想不想在他们当中脱颖而出？如果你不想，那也没问题啊，那我们也可以当好朋友啊。你想要在他们当中脱颖而出，我也可以给你一个方法呀，给你指条路啊，对不对？主动权在哪里呢？既然是别人主动来追你，主动来勾搭你，主动权不应该在你这儿吗？那我还想问一下，就是比如说有一个现实的例子，就是我过几天想要跨年的时候跟闺蜜一起出去玩儿，然后这个城市有，就是有喜欢的男生，那这个男生我就有问过他，我说要不要一起跨年啊？这样他就会跟我说，什么尽量抽时间陪我们，是不是这种的就不行？那就是因为他的备选项太多了，你也不在他备选项的优先序列。那还有就是我应该找一个什么样的呢？或者说我应该怎么去找一个好一点的男生呢？我自己的话，我自己的社交圈是比较小的，然后我也不会出去玩啊什么的。如果你每天躺在家里，那我怎么知道你怎么能找呢？我请圣诞老公公在你门口挂个袜子里头装一个，好不好？我就想你先去进我们金贵的社群，好不好？然后在里面200个姐妹，你先跟她们交个朋友试试，行不行？让人家先给你介绍，行吗？长得漂亮，身材好，能不能多出点门？人家那个王健林都说了，长得好看就得天天出去炫，好吧？好的。就这样。好的，好，谢谢。长得又美，是吧？身材又好，声音又甜，就是脑子不好使。你们是属于哪儿都好，除了脑子哪儿都好。没毛病啊，除了脑子哪儿都好。我跟你们讲啊，这个世界上啊有2类人，是被白批专业户，被短择专业户。哪2类人呢？第一类人叫穷美女，第2类人叫蠢美女，知道吧？穷美女跟蠢美女这2卦呀，都是属于被白批专业户，对不对？那个家里条件差的，长得很漂亮的，是最容易被别人的光环所迷惑的，是吧？男的稍微的给你抛点橄榄枝，哎，稍微的给你给点甜头，稍微的给你画点大饼啊，讲一讲自己的风光史，你马上就不行了，是马上不行了。那个蠢美女呢，就是不过脑子，是不是？人家说啥是啥，人家说走去我房间坐一下，哦好，然后就去了，是吧？人家说我会，你相信我，我就在外面，我不进去。然后哦好，是吧？所以我说这个世界上啊，这个穷美女跟傻美女啊，穷美女跟蠢美女啊，真的一定要来听我就是你们的救星，我就是白皮男的克星，对不对？所以吧，我被封杀也他妈的也不冤的，说实话。有的时候自己觉得自己也不是很冤。你说这个那些男的，你说在外面啊白玩了这么多年，一直以来他们都是抱团取暖的，彼此之间啊都是那兄弟伙的那狐朋狗友之间，是吧？那都把彼此的秘密藏得可好，到了我这全给他们秃噜了。哎呀，然后他们这些人没办法了，只能付出真金白银了。可是呢，有真金白银的人又不是那么的多。我跟你们说真心话，穷美女、傻美女、
这些绝对是最适合听我的。你们一定穷美女啊要听我的，干嘛呢？首先呀，把自己基础经济问题解决掉，要靠自己的努力，先把经济往上拔一个台阶，而且这种台阶是不需要任何男人帮助的，知道吗？女孩子啊，但凡长得稍微好看一点儿，其实在职场里边，你在前端就不说爬得很高，在前面的时候，你拿到的便利性其实是会比别人多的。任何一个人，他面对一个丑的跟面对一个好看的，他肯定选那个好看的，是不是这个道理？谁都是这样的。但是呢，那个蠢美女的，就是听我的，一定要长长认知，长长智慧，知道吗？在我们这里听案例听多了，知道男的哪些话是在诓你，哪些话是在忽悠，哪些话是骗人的，哪些话不能信。不要跟我对话的时候说，可是他是这样说的呀，可是他是那样说的呀。他说了他不能扯快乐证，是因为很多的无奈呀，是因为他的责任呐，就是这种话咱们就可以省略，就可以不聊了，对不对？这样的话，起码来讲，你不说你自己大富大贵，但不要被白批，因为白批的那个感觉就是吃苍蝇的感觉，对不对？什么叫等很久了？在我们直播间连麦等个1-2个小时不是很正常？什么叫等很久了？来下一个，什么意思？没有。喂，你好。哎 ，Hello， 你好。哎，曲曲你好，是这样子的，我见男嘉宾呢比我大10岁，年收入1000个左右吧。然后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是有男嘉宾1的，然后因为他的关系，然后我跟男嘉宾1就分开了。分开了之后呢，他答应我1年之内给我买车和房子，然后他也做到了。但是提前我说的是，你给我买了这些东西之后，每一年你还要给我固定的一笔费用。然后这个他之前是答应的，但后面就变成说你带球了我才给你完成这个，如果你没带球的话，这个我是不会给你的，但是每个月还是固定的费用，还不会少。还有就是他的属于皇帝男吧，然后他对我控制欲比较强，我的手机定位家里面有监控这样子。然后我比较喜欢出去的时候跟朋友喝酒啊干嘛的，他就不行。如果我出去一次超过11点了，他就直接说啊，你这个月的就生活费没了。就这样子。一共多长时间，付出了多少？给个数。1年大概150个吧。就1年是吧？包括你刚刚说的什么车子、房子这些。对。你是几年的？我95年的。这男的呢？85。OK。然后他每个月固定给你多少？最低3个吧。最低3个。你自己什么学历？我大专。大专学历。你在什么城市？5线城市吧，4、5线。那你别折腾了，把这个男的大腿好好抱好啊。但是就是在他长期这样子监控下，我就感觉自己挺压抑的。就我觉得别到时候给我的这个东西还到时候我自己拿去治病。对。我没觉得你很压抑啊，我听你说话感觉你挺开心的呀。因为我难道我哭着说吗？不可能吧。你肯定。你为啥要晚上11点钟之后回去呢？你为啥就不能11点之前回去呢？11点钟之前回去我觉得不过分呐。不是，我不是每天这样子，我是1个月1次都是不行的。那就是不行啊。不管是不行啊。就是跟一个女性的也不行。那你为什么不能把别人女孩带到你家来呢？你让她在这过夜也问题不大呀。那你在外面玩到11点之后，你玩的是什么？
就是偶尔吃吃宵夜，跟朋友喝喝酒干嘛的吧。你看你喝酒有没有男的？然后男嘉宾他的脾气就不是很好那一种，就是最主要是脾气不是很好，然后再长期这样子控制我吧。对。所以呢，你想表达什么？你想反抗，你想挣扎。对，没错，我就是你反抗，你挣扎，你再换个人，也给不了你1年150。就是抱大腿是吧？那肯定的呀。你这种说实话，你就是应该慢慢的温水煮青蛙，起码前面2年想都不要想，听话乖巧懂事顺从，然后呢开口，知道吧？你起码要把付出额度上来。他要是给你付出了个500到1000了，你这个时候再慢慢的开始去偶尔的玩一玩这个那个，因为他对你付出的金额要撼动到他的自身水平，只有这样，那么他才能够逐渐的去尊重你，给你自由，给你空间。如果说他给你的付出金额是他随时随地可以扔掉的金额，那么你是没有办法去动弹的。那我该怎么让他继续付出呢？因为我一直在说了，在提这个听话懂事儿做服务，知道吧？你先把你自己的工作给他做明白，你别一天到晚的想蹦跶想跳，男的都不傻，你玩到11点钟以后没有男的他都不相信，知道吧？就是他之前答应我1年给的那个，我要该怎么去让他兑现呢？你还1个月要出去玩到11点钟之后一次，你还想让人家跟你给大的，你做梦啊！真的是，你这个男的是一个控制欲非常强的皇帝男，而且他是极其擅长用经济制裁的。如果他经济制裁你，你就会被制裁住，你就会觉得很难受，那你就不要想了。你先把你自己该做的事做到极致，做到他挑不出毛病，你才有可能拿到他所说的后面那些东西，懂吗？有一次他说过，就是说你要自由 ，OK， 我给你自由，我们分手，然后我送你的东西还回来。他有说过这样的话。还回来那是不可能的，对，你直接跟他说，你说还回去想都别想。我跟你说，下次他再跟你聊这个天，你直接跟他说，你说我告诉你，你送给我的东西，我1分钱都不会退给你，你自己想清楚再付出。你就这么跟他讲。你说我可以乖，我也可以听话。你说我也可以把你当皇帝给你供着，但是你说你给我付出的东西，你但凡想要回去1分钱，你说我就跟你要命。你说你要我的钱，我就要你的命。你说你自己看着办。谈钱就起跳，我跟你讲，只要是他能付出，他也不搞这些，对吧？你呢，该听话听话，该懂事懂事，这个是必须的，知道吗？否则的话，人家是不可能再给你付费的，这不现实的事情。但是他要是说什么，往回要，你一开始你就要给他打住。你说你想都不要想，这个脑子你动都不要动。你说你要是这样的话，从今以后你给我的每1分钱你都给我写协议，要不然现在立刻马上，你说咱们俩就可以分手了。你说你要东西你就去诉我，就这样。就前段时间我逼他嘛，就是逼他就说，你答应我的不做到，我们就分手吧。我就这样说，然后他后面就哄你，但是也就是不提给不给你这个事情。不提就是不给呀。不提就是不给呀，还不简单？那我如果真的就下定决心跟他分手，他还会给我这个钱来挽回我吗？不会，不可能。行，好吧，知道了。好，拜拜。谢谢，拜拜。一个经济制裁你的男的，你还指望你要跟他分手，他砸钱挽回你，想啥呢？他都说了，他要找你要，他都说了你要跟他分，他找你要，你还想着让他砸钱挽回你，你们这个梦都做的不是一个方向啊！换个方向睡觉绞个头换个方向，怎么想的呢？真的是，你们把自己想的太不可或缺了啊！像这样的男的，这样的男的在你们5线城市不多，但是像你们这样的女的，5线城市肯定还有，好不好？
你们有什么不可或缺的呢？年轻漂亮的女孩子一大把，对吧？如果说你们还非常非常需要对方的物质付出，那么你们就不要老蹦跶，对不对？又想要自由，又想要空间，什么自由什么空间呢？想多了点。能够被别人经济制裁，你就不要想要自由，不要想要空间，对吧？什么时候自己手上已经攒到一定额度了，对不对？已经能够到让自己觉得，哎，我在外面飞个3年无所谓，哎，我飞个3年我还能找下家。你什么时候到这个地步了，你就硬气点，你就想出去玩出去玩，他要是要跟你掰，你就跟他掰，对吧？没有到这个地步，该忍忍，对不对？该做小伏低做小伏低，你还想什么呢？对的，位子要摆正啊，翅膀不硬，位子还不摆正，那不就完犊子了吗？是不是？为啥今天直播链接又放错了？不知道啊，不知道。来，大家把这个微信二维码扫起来啊！第一件事，扫微信二维码不会走丢直播。第二件事，分享我们的直播间。中间这个最下面有一个钮，可以分享直播间到你们的朋友圈或者到你们的微信群。第三件事，右下角的小黄车打开，可以看到我们团队所有的服务类目啊。大家有兴趣的宝宝可以一个一个的点开看一看里边的一些服务内容介绍。画面不清晰，这个平台它就是不清晰，这个平台它就是没有那么清晰，只能将就着看。你们先将就着看吧啊。来下一个。你们喜欢我穿这种颜色的衣服，我也喜欢穿亮色的衣服。Hello， 你好。喂，你好，琪琪。你好。我是金贵的学员，然后我默默的听了你的直播大半年了，然后我其实只有一点小事儿，我犹豫了很久要不要来打扰你，但是我自己一个人，我想了半天我想了1个多月，我也没想明白。对，所以我想请集美貌与智慧于一身的曲曲妹妹帮帮我来骂骂我。我今天是有2段关系的，我先说第一段吧，就是和我闺蜜的。我也没有关于男嘉宾的问题，因为我听了你之后，关于男嘉宾的事情，我自己都能想明白。然后我就说的是我和我闺蜜，我想请曲曲帮我判断一下，我这个关系是不是就这样结束了。我先说一下基本盘吧。我24岁，我是国内的普通本科，然后我在体制内，然后颜值的话，我给群管看了照片，他说我有8分，但是我自己挺群管有的时候啊会有点，群管有的时候有点那个啥，你们不要把群管说。对，我觉得我也就一般吧，我觉得我可能稍微比普通女生好看一点点这样子。然后我家庭固定资产就1000左右，我爸妈也是体制内的小苹果。然后我这个闺蜜是我的初中同学，我俩就是都是24岁，但她高中毕业之后我们初中毕业之后，她就去读了国际高中，然后她去上了常春藤的美本美术，然后她现在在新加坡基金行业，然后他们家是做生意的。然后事情是这样子的，就是年终的时候，我跟他一块出去玩，然后聚会上有一个男嘉宾过来加了我的微信，加了我的地球号，然后回来之后，我那个闺蜜她说她对加我那个男嘉宾感兴趣，她让我牵线，就过了几天之后，我就把我们出去玩就把那个男嘉宾叫上，他们加了联系方式，就很快就在一起了。然后他们分分合合，我也没有我没有细问什么事情，就转折就在于有一次他跟男嘉宾吵架，那天晚上我还安慰他呢，第二天他说能不能把那个男嘉宾删掉，就我当时没答应嘛，然后他就炸了，他说我很自私，什么高看我了什么的，然后让我晚上我当时就感觉到
不对劲了，我说晚上去找他，可以当着他的面删掉，他就说，让我不要再联系他了，也没什么好聊的，就把我的第9号删掉了，特别突然，我觉得，他第一次对我这样，但是我后来就问了那个男嘉宾嘛，他就听说他俩又和好了，我就想着说他气应该消了，但他后来他又微信过来，他又发短信过来找我，就他把我微信删掉了，他就发短信过来找我，他说男嘉宾这个事情只是导火索，他已经忍了我很久了，他就说早就想断掉这个关系了，就其实这个事儿我觉得已经成定局了，但是我现在一想起，我都不知道是为什么，我是哪里做了什么就不对的地方。你比她漂亮。可能我身材颜值会比他好一点，但是他的眼界和格局都是远远都是大于我的，就只要他一开口，但问题是我就靠边站了。他们男生第一次他只看身材颜值啊，其实问题就是出在可能他每一次跟你在一起都是你会先被别人看上，然后别人都没有看上他，但是他的内心当中又觉得自己很优秀，他就有点接受不了这个事儿。他就接受不了他认为的一个比他差的女生，但是每次都能比他更加吸引到他想吸引的男生，所以说他就觉得他长时间可能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有可能他有通过别的人啊，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可能都有其他人表达过对你的喜欢呐，或者觉得你好啊，1、2、3、4、5的，那么他内心当中就接受不了这件事儿，就是这样。对，但是我一直都是把她当做就是我这个圈子接触不到的一个很厉害的女生来看待的，然后我跟她也是很用心的相处，就出去平时我有什么局或者我有什么男嘉宾，我都会介绍给她，出去玩也是我当司机，我也给她准备小礼物，我都是很用心跟她相处，就是很自然，你看就变成这样。我刚刚讲的话你有听到？因为他认为他比你强很多，方方面面都比你强，再加上你平常对他的做小伏低的态度和自我牺牲的状态，他就会更加认为他是凌驾于你之上的。但是越是这样，他就越是接受不了别人对于你的关注和对于你的评价比对他的关注多，比对他的评价高，明白了吗？他不在乎你是怎么想的，他在乎的是他在意的那些人是怎么想的。但是我其实根本就不在意，就是那些你看你又说了，你在意你怎么想，他不在乎你在不在意你怎么想。现在是他单方面的要结束跟你之间的这段友谊，所以你的想法你的感受不重要。就是因为我们是很小初中的，就是同班同学，然后也住一个小区，就小时候都是一起上下学的，我就以为我们这个是10多年的感情，我就觉得怎么这么塑料啊，就来姑娘好像是很简单。你们之间不是因为误解而分道扬镳，明白吗？如果因为误解，那么这个里边会存在说我要不要解释什么，我要不要说明什么，更改他的想法和观点，但你们之间不是因为误解，是因为事实，懂吗？你们之间没有误会，一点误会都没有，就是因为他认知到了事实，然后他选择断交。行，那我就算了呗，因为我这个去年我跟你讲就上个月就断掉了。这个女生她不是一个心胸非常宽广有格局的人，她不是这样的一号人，她本身就是一个心眼非常小的人。像这样的女生，你想要去强行的去与她结交呢，其实是不太现实的一件事儿，明白吗？你要想与他结交的前提是什么？是你要跟他在一起，永远都能让别的男孩子率先喜欢上他。这你怎么可能做得到呢？你做不到啊！
对，但是她是我这个圈子里面接触到的比较优秀的女生，所以我也没有说，跟我自己也没什么朋友，我基本上都是跟她玩儿。所以呢，那是你自己的问题啊，你需要有更多的圈子。行，那这个就不要理她了，是吗？对的，是的。以后你会变得更好，会有更多的圈子，接触更多的人，明白吗？这些都是过客，不重要。我以为是我自己哪里没做好，或者说我以后我都不知道怎么跟女生相处了，这个就让我觉得很塑料。我跟你讲啊，跟女生相处的一个底层逻辑是要在女生里边当男生啊。如果你想要有很多的女性朋友，你要记住我今天跟你说的这句话，想要有很多的女性朋友，就是当有任何的女生在场的时候，你都显得比在场所有的女生要爷们儿，你就能跟很多女生交朋友。如果你比别的女生显得更女生、更女性化，那么就注定了你可能交不到什么女性朋友。对对对，我就是这样。是的。那这个就是一个选择问题，明白吗？这是个选择问题啊。行，然后我还有时间吗？我想问一下，我跟家里该怎么啊？50秒。哦，那就算了吧，那就不问了。好，谢谢曲奇。好的。好，拜拜。这个是我很多年前就发现的一件事儿，知道吧？如果你想要在女性圈子里头能够让所有的女生都很喜欢你，那么你必须是让他们觉得你在他们面前是没有比他们更强的雌竞能力的，是要削弱自己的雌竞能力，才能在女生圈子里面屹立不倒。如果说你在女生圈子里面的雌竞能力非常之强，那么很难你能交到很多的女性朋友，就是这样子。但这个没有办法，这是没有办法的。女人跟男人他本来他就不是一种生物，女生生物里面他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你像我啊，你们有没有觉得我是一个其实我是一个流氓气很重的女性？你们有没有发现？我是一个流氓气很重的女生，很江湖气，很流氓气，路子很野，对吧？我明知道什么能让男人喜欢，我可以把你们都教的，是吧？能让男的无比之喜欢你，我可以让你们展现出男的最喜欢的状态。包括有的时候我会跟你们讲，我说你们要是想好嫁还干嘛，我是不是教你们不要带这些东西？你看我是无限的浮夸，我这个人浮夸到了一个天花板上面。浮夸的 YYDS 了，对不对？其实就是这样的，是因为我从很小的时候我就认知到了这件事儿，我就认知到了这个问题。如果说我想要跟女生去结交，那么我必须在有女生在的时候，你甚至于可以当大姐大都可以，但是你不能比其他的女生更娇媚啊，是吧？更透着那种很温婉的气质干嘛？那种是不行的，那种是不可以的。因为女人跟女人在一起的话，她们一定最终想要去掠夺的是异性的目光，这个是一个很重点的一件事儿，是这样的。但是这样也有一点好，就是说其实男人也喜欢这样的女人，就是做朋友做哥们儿。男人也特别容易跟身上有匪气的女性打成一片，而且男人跟身上有匪气的女性打成一片呢，又不会让这个女生遭受到其他异性的攻击，因为这些男生对这个女生他就不是这种男人对女人的那种感受，而是一种哥们儿之间的那种感觉。只是说你作为一个哥们儿呢，你还有很多女性的朋友，那么他会更喜欢跟你玩，是这样的。所以女生要想在女性圈子里面交很多朋友，一定是这样。你们看看自己是不是特别的柔美呀？你特别有女性气质，你特别有女性气质，特别柔美。说实话，你只能在一堆都格局非常大的女性里边，你可能才能让大家觉得挺喜欢的。如果说所有的女生，尤其大家都在一块，还在一个人生很青涩的时期，还在想要去谈恋爱呀，想要去找婚恋对象啊的这么一个过程里的时候，很难。你很难说去得到别的女孩子的支持，
我跟你们讲，我身边会有一些女性朋友，就是从前啊，10年前，可能就是女生圈子里边混得最好的。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他们手上的资源是最多的，然后他们可以把自己身边的哥们儿、异性啊，都介绍给他身边的这些小姐妹，然后身边的就很多很多的小姐妹呢，就像小跟班一样，就跟着这些女生圈子里面的中心人物玩。但是呢，10年以后，这些旁边的这些女孩就都不跟他玩了。其实呢，也是他不跟别人玩了。为什么呢？因为很少有女生能接受一件事儿，就是我的小跟班找到了比我的男人更优秀的男人，我的小跟班他混的比我更好了，他比我更受高脂的男性群体的欢迎了。很少有女生能接受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少。所以好多女孩吧，所以我对于女生的建议是这样子的，就是如果说啊，你们要走雌竞干嘛的，要在年纪小一点的时候解决问题，就是在年纪小一点的时候找到优质的男生，然后呢跟他们就直接就走谈婚论嫁的这种路线。如果说你小的时候就是女性圈子里面的大姐大中心人物，有很多的女生她都是靠你在认识男生，一定记住了，未来你是走雄竞的人，一定要把自己的方向性搞明确。因为如果你在女生里边是当大姐大，可能在你很年轻的时候，你也许还会有很多很多男生就是用那种追逐异性的眼光来追逐你，但是随着你的年龄的增长，你会发现很多女孩子她嫁了，她结婚了，你还没结婚，人家很有可能她因为这个婚恋关系她跨越阶级了，她可能因为一个又一个的大哥，对吧，人家给她各种各样的这种机遇了，然后让她一下子就腾飞了。这种情况下，你的江湖地位就保不住了。很多女生呢，她在小的时候啊，可能她是人群当中的中心，长大了以后，她会有点接受不了这件事情的转变。因为我身边有很多这个样子的，他们接受不了，其实是因为他没有明确的把自己锁定在雄竞赛道上，他那个时候只是觉得自己带着一帮小女生在玩儿，他只是觉得给他们介绍男朋友怕什么呢？反正我能找到更好的男朋友，因为我永远都是像人群中的焦点，我是一个孔雀。但是如果一旦啊他跨越了一个30大关，他跨越了这个30大关之后，他会发现很多以前那些女孩子目光没有他高，眼界没有他宽，但是人家呢很早的时候他就愿意去结这个婚，他愿意去找那些可能曾经他觉得他看不上的男的，可能因为性格的原因，因为人家是暴发户，或者因为这个那个的，可能他觉得他有个点他看不上，然后人家能看上，因为人家没有他那么优越的条件，人家能看上，人家就能结婚。但是很有可能那个男的后来就起来了，但是他呢还没有固定下来，还没有稳定住，他就在飘。但是他飘着飘着呢，他没有意识到其实自己应该奔雄竞，没有意识到，结果就把这个时间换过去了。把这个时间换过去了之后，然后他又没有办法降低自己的姿态，他还把自己当大姐大，还想当大姐大，他接受不了别的女孩子现在混得比他好，这样的女生她后面的命运就会没落掉。我就要给大家提个醒，因为有很多喜欢我的人可能身上也跟我一样，就是有着一些相似的经历跟过往，对吧？可能也是从小的时候开始就是人群里面的焦点或者什么的。那么你们一定要注意我今天跟你们讲的这个点，要么呢就是放平心态，无论别人混得多好，咱们都是不嫉妒啊，咱们都是永远用一个就是祝福的眼光去看待他人。任何人混得更好，都用一种悲悯的心态去理解他，他会膨胀，他会骄傲，他的消费会升级，对不对？很有可能曾经我能引领他，未来他就会引领我，早一点想透这个事儿，那么这些女孩呢都还会是你的朋友，也许未来呢你还能借由着他们再去寻求一些更好的事业机会，要不然早一点就进到事业赛道，拼了命的去搞，就不要想着永远能找到比他们找得更好的男人，早一点摒弃这个思想，你们就避免过了那个年龄之后走到一个往下走的轨道里边啊。
来，大家把右下角的这个二维码扫起来啊！右下角的二维码扫一扫，然后呢，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到你们的朋友圈，分享到你们的这个微信群里头啊。我们正中间下面有一个按钮，可以分享到你们微信群里。然后右下角的小黄车打开，可以看到我们所有的付费类目，我们的文字咨询、语音咨询，有任何的问题需要老师陪跑的，需要老师1v1解答的，直接去小黄车下单就行了。还有我们的闺蜜圈啊，金贵的关系正版课，大家都可以点开了解一下。来下一个。前面几个也连过吧，好像。这个 L 他离开了。下一个是哎，回来了。哦，现在可以了，现在可以。哎，你好 ，Hello，请说。我今天第一个问题是，男嘉宾答应帮我代持股份，如果我未来有可能提分手的话，这个协议要怎么签？我们是1对1恋爱相处了3年，打算进围城。今年5月开始，我们一起创业，是融米的那种创业，主要靠他的资源。我虽然是高管，但没有到不可替代的程度。公司最近刚做完融米，他创业前就一直答应给我股份。在投资人进来前，工商也登记了我的股，但是为了引进投资人无方便名股，要改代持。这部分股价值1-2千，如果直接签代持的话，我担心我主动提分手，他会往回要。我现在是想不直接签，而是让他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签掉，而且留着他说愿意给我股的。等一下，情况下签掉，你跟谁签啊？就是让他签，让他本人签。让他签，他怎么能不知情呢？这是说了个什么？就是因为我们平时工作交集比较多，就是有办法让他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签掉。就是我也是想，如果这个操作不下来的话，再和他去提这个直接签的方式。你这不太现实的。现在比较，你问了律师了吗？你关于协议的具体问题应该问律师。这个问，这个问了，就是说，就是满足一定的格式要求是 OK 的。就是这个只能说我去试一下，不行的话就是再去做直接签。我能为你解决什么问题？就是现在比较棘手的是，这周就要启动工商变更了，就是要把我手上的股权转给男嘉宾。如果要直接签的话，我是不是得在工商变更前就让他签掉？他生意难，当然是先签协议后变更啊。对，就我也怕他临时变卦，他之前是答应说给我弄这个东西，但如果说他临时变卦不想签的话，我有必要逼着变更啊。对，但这样有点硬着来，就是未来半年还有更重要的事儿需要他去做。就是有什么其他方法会有效吗？比如说录像，画一个新的投资人的饼。录像。就是口头的这种承诺，录下来不就完了吗？你找一个人跟你一块儿，然后全程把你们这个事儿录下来不就完了吗？他还不是一个第三方见证吗？就有点像公证的那种性质。我也担心他这个到时候又不愿意做了。就是有没有什么新的事儿？亲兄弟还是这样的？你这个就是涉及到了股份，涉及到了钱，怎么正规怎么来？我是在想给他画饼，比如说帮他引一个新的投资人，或者说情感上面画一些什么饼之类的。如果万一他不想做，男人，你是不是把男人想的太无知了？这没几天就要做工商变更，你想靠画个饼？不是，我建议你不要这么思考问题，知道吧？这样思考问题，你在未来的很多别的事儿的时候，都会引发一些系统性的麻烦。
这种事情不存在的。我现在当面，你别跟我跳脚，你别跟我这个那个，这种事情一定是清清白白的、干干净净的搞。如果说你生气可以，你生气怎么生气都可以，我可以回过头来再哄都可以。但是这件事儿必须就是丁是丁，卯是卯。好的，明白。好的。然后我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不确定是不是要跟他继续。我今年是30岁，年薪是50，有光环。他比我大12岁，是高富帅精英男，扯过证，然后娃是归妈带的。我跟他是对碰认识的，当时他是高级打工仔，年薪100-200，资产4000。现在创业，最近一个头部很有资源的 VC 投了，还给了宽松的条款，没有回购，年薪到手还是100-200。创业要变现的话是要靠卖老的股份，所以对于他个人实际收入来说，前期就是纯粹得靠工资和副业，一年大概就是200左右。大的变现的话，可能几千万到几亿的，不确定他做不做得下来。我们是对碰认识，一直是1对1，我之前不会引导付出，加上不看性格，他确实在择偶市场优势比我大。所以他没有大额的付出，只是 cover 房租和大部分的生活费。我的人生目标的话，眼前第一个目标就是要干出一套600到1000的房子，然后长期的话，刚需是要有球，因为我有养老的焦虑，再就是要不依赖别人也能过得比较体面。从我的目标出发，和他进围城的话，优点是短期他能帮我办一个身份。然后我一年能拿到至少30到70的额外的兼职的收入。我没去探索其他的收入路径，目前他这儿短期拿米是最快的。然后他创业的平台能拓展我的人脉和见识。第三呢，我们都想要有球，他可以提供学区，即使将来扯证，他可能也能分担一些经济上的一些大额的支出。第四是我马上31了，年龄不占优势，他收入比我高，最起码这一点上面不吃亏。缺点是，第一，和他共同生活和创业都要占用我大量时间。最近我实际自己工作每周就几个小时，还经常迟到，就是根本没时间提升自己职场的技能和人脉。也就是我这个工作天花板比较有限，我现在收入是50，将来5年顶多能到75，而且正好手上的项目比较轻松，还拿捏得住老板，所以我精力和心态还能平衡住。但是半年以后项目结束就不一定了，这个点是最核心的矛盾。如果男嘉宾和工作要2择1的话，我肯定是选工作。第二的话是他的性格，整体是阳光的，能量值很高，但是情绪很不稳定，还大男子主义、巨婴，有强迫症，和他生活很不舒服。等我有足够的米了，可能会和他扯证。有点担心，就和他进出围城，加上带球的话，短期看可能是挣一点，但实际上我会练价值是亏的。第三呢，他情绪不稳定，加上创业的压力大，将来我每天要忍受大量的情绪垃圾。第四是他只给我创业公司的工资，加上副业分成，他打工时期是没有大额付出的，有点生意难，我不确定是否值得加深绑定。他吵架的时候经常说分手，然后什么都不给我，加上创业的事情很花时间，有时候我觉得我在花自己的时间去养他的光环，感觉是自己的辛苦最后是效果是可能是降低了自己在关系里的议价能力。说完了吗？你现在有比他更好的选项吗？确实是没有，因为我们住一起，我也没办法去对碰。你没有比他更好的选项，那就是没有别的选项了，没有别的选项就不存在问题了。所以就是和他进围城也是可以的，是吗？对啊，你反正没有更好的选项，你没有更好的选项，你现在在这儿说了那么多，衡量了那么多的利弊，你没有 Plan B。对，就是如果要去找 Plan B 的话，我肯定是要先和他分干净才能去找到。现在确实是没有，对，我确实就是跟您说的一样，我是没有其他的选项的。
对啊，没有 Plan B 嘛，你再找一个选项要多长时间嘛？能满足你的对，预期？就不确定，至少要1-2年吧。到时候我可能已经33、34了。对啊，那不就结束了吗？那这个问题就没有问的必要了。好的，那就没有问题了。好，拜拜。好，谢谢。我不是说了吗？拿不起的选项不叫选项，对吧？有的时候啊，你们把问题搞复杂了，是不是把问题搞复杂了？把这个想的1、2、3、4、5、6、7、8、9、10，哎呀，好多事情都是模棱两可呀，好多事情都是可进可退呀，好多事情都是不过如此啊，但是没有 Plan B， 是吧？你想那么多干什么呢？我们就是我这2天又有一个大客户啊，然后呢就是跟我聊，然后就说也是说她老公对她特别特别的好，特别特别的爱她，然后呢跟她这几年创业非常非常的成功，然后把所有的米都给了她，然后2个人2个球，所有的好都是无比之好，然后也是她的第一个男人，结果呢她最近就发现其实她老公劈叉了，然后她老公劈叉了之后呢，她就非常崩溃，非常之崩溃，因为她就觉得晴天霹雳，无法接受，她一直认为自己的人生跟别人是不一样的，是完美的，是美好的，然后她就怎么都过不去这个坎儿，然后到我这儿说我该怎么办？我说首先你该怎么办？首先是要回答说，你觉得能不能找着一个比你老公更好的男的？这个是首先是所有的那些问题，你觉得焦头烂额是吧？所有人都来给你分析啊，这男的怎么好，怎么不好，怎么已经很好，怎么的？我这些问题啊，都可以先放一放。首先要说的是，你现在觉得没了这个男的，你是否能找到一个比这个男的更好的孩子他爹，更好的当你老公的人，对吧？从他的经济水准上，从他的付出上，从他对你的感情上，从他对孩子的关爱上，对不对？方方面面你盘一盘，你觉得这个世界上目前你放眼望去，你能不能找到一个比这个男的更好的？他说那肯定不能。我说你看这答案不就出来了吗？怎么办？这怎么办呢？我们有的时候啊，纠结在这个事情里，不停的分析这个男的1、2、3、4、5，不停的分析这个女的1、2、3、4、5。其实这个男的1、2、3、4、5，这个女的1、2、3、4、5都没有意义，对不对？因为你没有竞品。我说现在你在这个市场上面找不着竞品，对吧？你没有竞品，你再差也得往下咽，对不对？如果说我很需要这个东西，然而这个东西只有这一家出，只此一家，除了这一家，所有的地方都不产。我用这个东西用的真他妈烦，是吧？这个地方不顺手，那个地方不那个，但是呢，我不用又不行，请问我该怎么办？请问你该怎么办？没有竞品，没有办法，对不对？只能磨合，只能跟这个人慢慢的调和，慢慢的磨合，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把日子往好了过，这就是唯一的路径。还有什么路径呢？对吧？所以说呀，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也是一样的，我们对自己的要求同等，如何让自己变得没有竞品，这个就是大家需要思考的问题。当你没有竞品的时候，你是可以犯错的，对吧？你是可以被容忍的，因为他把你扔了，他过2天还得回头找补，对不对？所以包括我们做事业，我们做业务，对吧？我们做老公，我们做老婆，一模一样。我们如何打造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让自己没有竞品？没有竞品，让别人没有选择，对吧？我没有竞品，别人没有选择，你只能看我，你只能选我，没毛病吧？哎，你们想想看，是不是大道至简？有些事情啊，你想的无比之复杂，你的脑子里裹成了一团浆糊，它不解决问题。当你们把所有的目光汇集到最简单的一个点位上的时候，你就知道怎么去打自己的人生，就是稳准狠，对不对？其实把自己打造的没有竞品，
那么你在任何的关系里就叫无可替代。你在一段关系里无可替代的时候，每一个人他要失去你，他都会非常的痛苦，对吧？他失去你，他该怎么办？你要想我失去了你，我该怎么办呢？我这是不是我用你用的再烦，他跟你处的再烦，他都不能舍弃。这就像你们的孩子是一样的，对吧？你们的孩子为什么独生子女这一代有的时候呢跟父母的关系啊就是尤其的处不好？为什么呢？就是父母对孩子是什么感受呢？就是因为我就这一个娃，他再差再穷再不是个玩意儿，我也没办法，对不对？我倒是想赛马呢，我倒是想把我所有的精力分散呢，我怎么分散？我盯着你，我看你怎么不爽也不行，我看你再不顺眼，你还是我唯一的小孩，对吧？所以他们就是父母对小孩就变成这样，就他很烦，他也拿你没办法。有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做一些很忤逆的事儿，对吧？做一些非常的让他们不爽的事儿，但是他们又能怎么样呢？最终父母对孩子他还是会选择妥协让步。为什么？因为你没有竞品，对不对？你的不可替代性就决定了他换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小孩都不是他的小孩，对不对？来，大家把这个右下角的微信二维码扫起来，加到我们的微信朋友圈就不会走丢啊。然后呢，一定希望大家可以赠人玫瑰，手留余香。正中间下面有一个分享按钮，分享，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到你们的朋友圈，或者是分享给你们的闺蜜，分享给你们的家庭群，分享给你们的好友群，好吧？然后右下角的小黄车点开啊，可以看到我们团队所有的咨询服务。大家如果有任何的情感问题、人际关系问题、事业上遇到的问题，都可以去找我们团队的导师进行1v1的长期陪跑，以及我们的闺蜜圈，还有我们的这个金贵的关系正版课程都在右下角小黄车可以看到啊。来下一个。雾和没连我。怎么买书呀？你们也到我们的那个直接去微信上问啊，直接去微信上问。Hello， 你好。你好。Hello， 能听到吗？你好，你说。你说。你好，我先说一下我的情况。Hello。你说呀。就是我是24岁，在国企上班，一年能挣10几个 W， 身高176，体重98，颜值大概在7、8分左右。男嘉宾是比我大12岁，也在国企，有外面的投资，具体收入我不知道。然后我们刚认识的时候，他是在维内，追我的时候我拒绝，他说他在办手续了。开了出去之后，我就比较清醒，我就让他付出了20左右，然后对我带我介绍一些资源什么的，然后我就跟他在一起了。那时候我车坏了，然后他还借了我一部车子在开。后来被发现了之后，他们之前还是有在一起，然后我就知道了这个事情，他那边来闹，弄得很难看，然后我就什么都不要了，我就只想着要离开。这男的后来找我各种求复合，说已经离掉了，并给我看了证书，然后把车过给我，房子付了个首付，然后我们和好了。这个和好之后，这个女的又打电话跟我说没离，但是实际上他们已经离掉了，他没离，然后他还天天回家陪着他们的坟榜，然后我崩溃了，我完全跟他断开一切来往，然后我还报了1v1这个草，因为我心态极其不稳定，每天都比较崩溃。然后这个房子首付付过了，然后装修还没装，我就从信用卡透的，然后把房子装好了，然后我在这里住，然后他又来找我，带我去民政局确定了这个婚姻状况，他确实是单身，他还表示会把贷款和装修都会帮我还掉，不会跟其他人再有任何联系，只有我一个人。又跟我在一起和好同居，
然后今天早上的时候，我出门前，我手机找不到了，拿他的手机打我电话，我又发现他微信还在跟前面的人有联系，我就让他走了。然后我一怒之下，我不知道怎么办，因为我之前也闹过分手，就是分不掉，我就在他面前给我爸打电话，那次是让我爸过来，然后他也没说什么，我让他走了。然后他就刚才又给我发微信，像没有什么事情发生一样，问我要不要一起出去什么的。我不知道现在应该怎么保护我的利益和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宝宝，想分没有分不掉的。我都报警了，我都找叔叔了。那怎么存在分不掉呢？就是他会来找我，找叔叔也没什么效果呀。我想要不要叫我爸过来？不是他来找你就怎么着呢？他直接能进来吗？他就一直换各种电话打给我。你就都拉黑，你就手机静音不就完事了吗？你像我的手机24小时静音的，我的工作不允许我手机静音，每天都有事情的，就没办法。而且我现在不知道我这个应该怎么办。不是一切的陌生号码不接不可以吗？你的工作打过来的电话不都应该是有显示的吗？是谁？他在楼下堵我的车，那就让他堵着呗，那就让他站在那儿呗。那我要上班的呀，我要回家的呀，又不让我走。你上你的班呗，你出去打车上班呗，你就把车停那儿呗。你就让他站那儿呗，他寒风就在那冰天雪地的，你就让他想站哪站哪呗。那我应该怎么样？他就这样纠缠着我，那对呀，你就让他纠缠。你觉得一个人能纠缠一个人一辈子吗？我现在就是，如果我是可以什么都不要，那如果他又跟前面的人又和好了，然后他们俩又来诋毁我或者是弄我该怎么办呀？你让他去呗，你不用怎么办，你好好做你的事儿，上你的班儿，回你的家，你爱干嘛干嘛，你不要管他，你当他是空气，你就当他是个路边的乞丐。他说就是对我这么好，然后为了我头发都白了什么什么，你说的我非常呗，你让他说呗。哎呦我的妈呀！我跟你说，好像我在那个纽约马路上走路啊，每天都有人不停的跟着你，进地铁有地铁的跟着你，然后你在马路上的人跟着你，怎么呢？每个人我还跟他对个话呀。那我这种关系，他这种来来回回，我是不是就应该跟他老死不相往来啊？当然了，所以说是你的问题呀，不是他的问题呀。你想分没有分不掉的。他总画饼。你看是不是你不想分？那还原到第一个问题上。我想分，但是我怕这个后果我承担不了。什么后果？什么后果你承担不了？你跟他在一起是什么后果？你不在一起是什么后果？啊？就是我就心里很害怕。害怕什么？在一起是什么后果？在一起是什么好后果吗？在一起是好后果吗？能把房贷帮我还掉，因为我现在每个月赚的钱刚好。所以还原过来，是不是还是指着对方给你还房贷呢？如果分不掉的话，那是不是要保证自己的？ No， 你看，你首先假设的这个前提就是在自欺欺人啊。什么叫如果分不掉的话？到底我的优先级是分还是优先级是还房贷？你搞清楚。分。那因为这个人来来回回的，你想分，我心态也很崩，就一定能分，这个问题就结束。哦，好的。没有你想分不掉的，好吧？那他如果要我把这些东西还给他，我该怎么？那你让他去告你啊！你什么都不用理，他说任何一句话，
零回复，懂吗？任何电话零接听，任何消息零回复，看到了当空气。那他就说他怎么了？他怎么了？他说他什么也没干。他说他的呗，马路上的神经病多的是。他就开始道德谴责我就。到底是你有神经病，他有神经病？到底是你有神经病，他有神经病？啊！我让他弄得也神经病了。到底是你有神经病，他有神经病？那这种情况就是再也不联系。你想联系你就当我都在放屁，行了吧？啊，知道了。就这样。你们来我这儿啊，反反复复的，我都不知道你们要什么，知道吧？我不知道你们要干嘛。你们到底想干什么呢？你们是想通过后撤的行为让对方跟你结婚吗？是这样想的吗？其实不想分，想结婚，是吧？但是呢，又不想说自己想结婚，显得自己很卑微，是这么个意思吗？如果你不能说出你内心当中最底层的、最真实的想法，那么我帮不了你，因为我有一句名言，叫不问不答，不求不助，对吧？我的名言不问不答，不求不助，我不会强行把任何一种想法路径强加于你们，对吧？在一起不在一起，这些东西不是我决定的。你想跟他分也好，不想跟他分也好，这些东西都不是我决定的。我只能跟你讲，如果你想分，应该怎么做；如果你不想分，你应该怎么做。我只能告诉你策略是什么，对吧？但是我不能直接把你要的去的目的地告诉你，我不能把我认为的理想的目的地告诉你，那是干嘛呢？对不对？你们处在这种稀巴烂的这种链条里头，你让我跟你说，让我跟你说什么？只有你自己内心当中应该有一个想法，这个人是不是扰乱到你了？还是说其实你挺想跟这个人结婚的，你挺想跟这个人在一起的，或者说你就算是不能跟这个人在一起，你挺想让他给你还房贷的，你到底要什么？对不对？你首先把你到底要什么给整明白，然后你再问我。我觉得有些姑娘就是软弱到了骨子里面，知道吗？我上次是不是跟你们讲了的？你别说是在我面前说什么啊，你好可怜了，哎，什么你头发白了，哼，你别说是这了。今天你就是说你要从这跳出去，我掉头就走，我是不是跟你们讲了？你今天就说你从这跳出去，我掉头就走，你不要让我待在案发现场，这个是真心话，对不对？你别害我，你别让我待案发现场，你爱往哪跳往哪跳，你跳的时候我看你往哪个方位跳我都不知道。对吧？警察问我他咋下去的，我说我没看见，对不对？他叔叔来问我他怎么回事，他咋下去的，我说我不知道，他正要跳，我掉头走了。我说他具体到时候是往东南西北哪个方向跳的，我说我没看着啊，对不对？干什么？我还站在那看你，给你鼓个掌还是干什么？我是要我在这里做气氛组吗？他在那胡逼逼胡叨叨的时候，要你在旁边干嘛？给他鼓掌，给他加油。你再演神经病演得像一点，真的是。你们干嘛？心疼这个男的给他买车买房啊？心疼这个男的给他买车买房，是谁一出来骗呢？啊，说自己单身，谁要在外面骗呢？到底是又想泡人家，对吧？忽悠。然后呢，又想拿米挽回人家，是谁呀？他现在还把他家那个还稳着在，对不对？他为什么跟家里那个扯了快乐证？肯定也是骗的呀。为什么家里那个会跟他打电话说我们俩没有真的离？为什么？因为他骗了，他绝对是扯理由啊，为了什么啊？资产的安全啊，为了这为了那。所以说我们两个人要办一下这个，是吧？哎，隔离清楚，不是这吗？是什么呢？要不然人家会这样说吗？我们俩没离，哎，要不然他会扯了快证还天天回去住吗？对不对？他不是在骗吗？两头骗吗？你们心疼什么玩意儿呢？心疼谁呀？这是在天天心疼这个心疼那个，心疼自己吧，好不好？心疼自己啊，真的是。
大家把那个微信二维码扫起来啊，微信二维码扫起来，然后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出去。这个中心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按钮，可以分享我们直播间到你们的微信的朋友圈，也可以到你们的群里头啊，各种各样的群里头。闺蜜群、家庭群，或者是想要找我们团队做咨询的啊，1个月的或者是1年的这种长期服务的宝宝，右下角的这个小黄车点开，可以看到我们团队所有的服务类目。下一个。家庭群合适，要跟你妈妈一起看我，跟你妈妈、七大姑八大姨、姥姥一起看我。Hello， 你好。哎，曲曲你好。是这样的，我先说一下我的基本盘。我今年26岁，普通家庭，本科学历。年收入呢在50万左右，颜值7分，但是就是自己比较有上进心嘛，渴望跨越阶级。男嘉宾呢是4年前在社交软件上认识的，然后因为当时我不太了解他的情况，然后就没有把他放在心上。然后他呢比我大30岁，然后是个大佬，这是我最近才知道的情况。就是他现在是担任某省中铁集团2把手。差不多行了啊！别，有自己公司，只说级别就可以了，好吧？只说级别，不要说具体单位啊。有自己公司，然后资产是多少我没有摸清楚，然后但肯定是上小目标了。然后他为人呢非常低调，然后就平时自己就开个10-20万的车。然后因为我跟他认识是在社交软件嘛，然后这个4年一共就见过2-3次，然后就是那种 PY 的关系。然后当时没有对他，就是不知道他的情况嘛，没把他当回事儿，忽冷忽热的。然后真正的转机呢是在上个月我去他城市找他玩了10来天，才知道他的真实情况嘛，因为我们在两个省。然后他跟他的前妻呢是2年前为了就是规避各种风险那个就是不离家。然后他现在名下是没有资产，但他前妻身体不行，没有10点半他们。然后他现在呢是有再婚的诉求。我去跟他玩这10多天呢，然后了解到有2拨人，就是他生意上就有求于他的，在给他介绍相亲对象这种嘛。然后他防备心还是比较高，觉得就别人就是有点上赶的，他都没去见。然后呢，就是我们有2年没见了嘛，这次见面呢，然后他我改变很多，也提升很多，对我刮目相看嘛。然后呢，也有跟我就是进围城这个想法。然后交谈中呢，他说如果是因为我们年龄差距比较大嘛，要结婚的话，他目前然后就是说，至少得准备个500万左右，然后让我家里人安心嘛。然后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情况。然后我现在是回来了。然后我有就是2个问题哈，就是如果是说我同意跟他进围城的话，我心理预期是想要弄个1000个 W 这样，然后我应该怎么去跟他谈？因为他这几天就让我好好考虑一下，然后元旦给他一个回复。然后我讲的是我就说行。然后我告诉他的，昨天我跟他聊天的时候就在讲我要看他的诚意，然后让他提个车。因为他现在的话就是什么情况呢？然后限高，他让别人给他限高，因为他们现在年底查的比较严嘛，然后限高。然后我就说那他自己提了，可以提个100多万的车，然后从他的城市然后过来找我。然后我想的就是等他过来了，然后我觉得这些东西在当面谈嘛，因为见面3分情嘛，这是一个情况。第二个情况呢，就是他现在有一个就是新能源
不能就是扶持的一个项目，就是上面，然后明年就是做得好的话，就是说一个目标没问题，做得差点也是能有个好几千万嘛。然后他想要就是结婚，然后有一个人跟着他一起干，就是身边的人。我通过对他的了解分析，我觉得他是属于伯乐，但是也是带生意的这种，因为他做生意做了30-40年，这个老江湖了，反正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如果是说我要跟他一起做这个生意的话，我前期应该跟他先把什么东西谈好，就这2点。有点忽悠啊，挺忽悠的。我没有听说过我要让别人给我整限高的这个说法，从来没听说过。你听说过吗？不是，他现在是什么情况呢？现在是他们上面很多人都已经被查，都进去了，然后他是，弄了一个限高，然后，限高就不被查了，限高被查的更厉害，限高不被查。然后他现在的一个情况呢，就是因为我不是很了解他们这一行哈，然后你不用了解他们这一行。你不用了解他们这一行，你只需要有点常识，好不好？这不需要了解他们那一行，有点常识就行了。有点常识，越是限高，越说明这个人有问题，越是要把你搞进去，明白吗？是这么个逻辑，没有说为了不搞进去，所以给你限个高的。你以为是什么？本来是终身监禁，现在给你判缓刑，你以为是这？然后逻辑首先就是巨大问题，好吧？逻辑巨大问题，那是叫什么？那就叫事出反常必有妖。OK，所以说他说的所有的话里边，可能95%都是水分。如果他要给你买车，那么建议是在你当地的4S店，你一起去买，拿你的身份证，并且他写清楚赠与协议。明白。别什么从他那个地方给你拖了一个别人的车过来，完了以后给你写个赠与协议，结果那个车都不是他的，完了以后赠不了。等法院一判，说他赠我了，他拿别人的车赠你，你不废了吗？给你做一套假证，你不废了吗？别的那都是后话，好不好？你要真做那么大买卖呢？我觉得咱们就是说1v1一下也不亏。你现在首先是别遇着个老骗子，好吧？遇着骗子不丢人，遇着个比自己大30岁的老骗子给自己骗了，那是真的有点恶心人，知道吧？明白。就是说他这个说他现在是限高，然后不能坐飞机坐火车，这个就有问题是吧？那么这个人就一定有巨大问题。你听我讲啊，现在限高啊，确实也不是什么新闻啊，很多人确实都因为这个款回不了这个气。你没看那个汪小菲又被限高了，汪小菲才被又700多万被限高了。现在呢，确实有很多老板啊被限高，但是呢，他不能拿这种理由说事儿，你听得懂吗？限高就是限高，他可以他为了跟你坦诚说，他可以说有一个工伤款，对吧？我就是不想付，说白了就是这个事儿，我觉得当时也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那么多人参与了，他可以有合理的原因，就是说直打直的说限高，但他不能说是因为什么比我大的很多人都被关进去了，我怕被关进去，所以我不给自己限高，这是他这个逻辑他都不闭环。然后他讲的是因为就是有很多人进去了嘛，然后他现在就是公司那边上个月是申请了给他开除，这样的话就可能就查不到他了。哎呀我的妈，不是可以申请开除，可以开除，但是不能说为了不进去限高，这个逻辑是不通的，好不好？不能说我为了怕被查我限高等于我摇了个旗子说快点来查我吧，听懂了吗？明白。但是他说的这个话就是说他为了怕被查，然后让公司就是把他开除，这个是说得通的是吧？也说不通其实也说不通好不好？只有说公司觉得他有问题把他开除，没有说因为他怕要求被开除，其实也说不通，只是说比他后面说限高的那个事稍微听着就是带点智力，但是后面那个实在是没有智力，好不好？
明白。还有问题吗？然后还有一个男嘉宾呢是今年认识的，然后上个月是什么情况？就是他是一个二代，然后家里面一直是做那种装修的那个，就有自己的厂嘛，然后他应该是涉及到这个平台能讲吗？就是税收这方面。然后就半分钟了。然后进去了，然后现在有1个月了，然后我大概想问他这个情况，就大概什么时候能出来呀？大姐，你问错地儿了呀！啊，你说问我有啥用啊？我知道他什么时候能出来，这不得看人家犯的事儿有多大。哎呦我的妈呀！啊，就这样啊，不行就去问问叔叔，问问法院，问问律师都可以，好不好？好的。好，拜拜。他问我这是啥时候能出来？你看这，哎呦我天哪！你们是觉得我干活干得太累了是吧？啊，干活干得太累了，来跟我讲点笑话，我真的都服了。哎，我就是说，我跟你们说，我觉得啊，国家呀应该把我收编，是不是？有没有道理？不应该封杀我，应该收编我。为啥封杀我？应该收编我呀，对不对？我第一个，首先我就是叫什么呢？智能反诈，不是人工反诈，是不是人工反诈？啊，反诈第一人，没谁了。我一反诈，二反腐，是不是？应该让我进入国家队伍，不应该那个啥我。是不是搞错方向了？有点啊，大家应该开个会给我，你们能不能给我那个写个，你们啊能不能给我写一个那个推荐信？给我写个推荐信，我这每天啊救多少人于水火？再晚一点，说不定他就要跟别人一起搞项目了，他就要开始打钱了，知道吗？哎呦，现在这个行情好吓人呐！我跟你们说，真的，我跟你们讲，我现在呀，我的这根弦已经绷得无比之紧了。你们知不知道？现在你别说是外面那些 nobody 跟我说什么投资啊，这项目那项目的，我直接就是不回复。就是我但凡是听到任何人跟我讲他们有个什么项目这个那个，我直接都是不回复。别说是 nobody 了，我跟你们讲。就是我以前认识的很多曾经啊能够上富豪榜的一些人跟我发很多东西，我都是不回，真的，我不是不回吧，我顶多是好，我这段时间有点忙，好，我回来再说，等我再了解了解，那个您注意身体这个点，我都是这样的，真的，就是曾经在非常有名、赫有名的一些人给我发信息，只要是热情的有点不正常，只要是反常啊，他以前是大哥范儿是吧？以前是大佬范儿，跟我的都是正常啊，一个小妹对吧？我们身边小妹又多，对不对啊？吃饭喝酒的，他要是端着点呢，我还觉得哎，挺没毛病。但凡是这些大哥啊，曾经的大佬啊，是突然之间有了反常的热情，我就开始，我的脑子里就开始哔哔哔哔。我跟你们说真的，现在已经疯了，现在呀都不是职业杀猪，都知道吗？现在都不是职业杀猪，都是好多人做生意做到半道的，做事做到半道的，然后呢资金链断了，出现大窟窿了，或者是好多款回不来了，然后就转赛道了。他们是属于半诈，真的是半诈。我现在极其的高度警觉。真心话，现在这个时候啊，我觉得除了现金以外，然后呢要一定，我现在愿意花钱的，我跟你们讲，只有4个字，
我现在愿意花钱的地方只有4个字，叫有形资产。我现在只愿意在这4个字上面花钱。这个有形资产，你们可以想一想，知道吧？除了这4个字以外，我现在是不愿意在任何地方，你但凡是跟我讲投资、投项目干嘛的，我马上我的脑子里就开始报警。而且我宁可消费掉，我宁可吃了喝了玩了，我都不会去看、去关注任何的所谓什么这项目那投，我都不会。我宁可吃了，我宁可把这个钱吃了，知道吗？我宁可去超级消费，我都可以，我都不会搞这些。我曾经那一年的，我跟你们说，我曾经那一年被人骗了那一次我算是彻底的悟了，我真的彻底的悟了。因为在我被骗的那一次，我内心当中最大的一个声音是什么？你们知道吗？我内心当中最大的一个声音就是，我当时为什么没有买一个更大的房子？我当时为什么没有买那个更豪的车？我为什么在买那个房子、买那个车的时候，我慎了一下，买了第2档？人有的时候手上的现金太多了也不一定是好事，知道吗？你手上的现金多，你的认知又不够，所有的那个狗鼻子闻到你好被骗，一个个的嗅着味儿都来了，而且你都不知道他们是包装成什么样的形式出现的，真的是这样。你们后来会发现，你们知道吗？有些人总在说，有些男的总说女的，你看你干嘛买那些包你买那香奈儿买那爱马仕，买那珠宝有啥用？你干嘛不投资呢？你看你投资多好呀，是不是？结果呢，投资基金的、投资股票、投资这投资那，最后钱全没了然后呢，包包翻了一番包包翻了一番，姐妹们真的是不是包包翻了一番？你几年前3、4万买得到，现在7、8万都买不着。你说你3、4万买的东西，你过10年、过20年出来，它还是那个东西这3不2下的能给你用坏了这3不2下能不能给你用坏了吧？你就说，你说我14年我买的，我13年、14年入手的第一件我最昂贵的衣服，我买了一件 Max Mara 的经典款的大衣，双面羊绒。你说我那一件我能穿多少年？我但凡我身材不走形，我80岁的时候穿出来，它是不是 Max Mara？ 你说是不是？它任何时候扛在我身上出去，它是不是有质感？它是不是有品质？你说我2015我买的人生中第一个爱马仕的包，我当时买了才花多少钱？我在2级市场买的才5万多。你说我现在我一个爱马仕的包，你说我随随便便我闭着一卖多少钱？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我跟你们讲，任何一个你看起来好像听起来，别人现在很风光，很那个什么的，说的那些东西有的时候都真的不顶用。我跟你说，我以前认识个老板，好多年前，那个时候，武汉最贵的那个房子不是武汉天地吗？然后当时那个武汉天地的房子呢，反正就是要买下来的话，可能也就是大几百万、1000万不到嘛，对不对？就最好的那个时候。然后呢，当时别人就说，哎呀，这个房子怎么好，怎么好。他就是做，人家那个时候开厂开得很成功开得特别成功。说我有病我在这，因为一直以来大家都觉得房产是泡沫嘛，就觉得泡沫，那个房价虚高。我跟你们讲，从前3000块钱的时候的房价的时候，专家就说了，房价泡沫太大。3000块钱一平的时候，专家就说房价泡沫太大。是吧？然后那个时候一套房子大几百万的时候，那些老板都说，哎呀，这有什么用这些东西都是泡沫，没有用的。拿去干嘛了？买了个山头买了一座山。买完那个山他说我买一座山，我是买土地，对不对？你那房有什么用？你那天地的房有什么用那都是泡沫，对不对？我买的什么？我买的是土地。结果呢
过了5年，那个房子已经翻了好几番，他那个土地打对折都没人要。我呀是看了好多人的周期了，真的，我这10几年呢看了各种各样的大佬，做实业的，做金融的，做地产的，跟我说了各种各样的认知。当初呀都觉得我操牛逼，再回过10年去再一看傻逼。所以呀，我跟你们说，所以我是真心话，有的时候啊要以自己当下的快乐为第一前提。我当下要为这个事儿感到快乐，对吧？感到爽，感到愉悦，这个东西怎么着它都叫值，对不对？你说我穿个衣服，我每天漂漂亮亮的我都高兴，我开个豪车，我每天闪的全身发光，我都能想象到，哎呀，我从一辆豪车上面穿着我不灵不灵的 GV 裤走下来，我都感觉我自己在拍电影。是不是？你说这多开心？你说我去吃个米其林，哎呀，我就觉得这个米其林的环境啊，跟我拍了几张美照，我发到我这个朋友圈里头，引来了一大堆的人给我点赞，我多高兴，对不对？你说这个高兴多么的实在，我也不在乎它是涨了还是跌了还是干嘛了，我不在乎这个事儿啊，因为我觉得任何时候我带着这个东西出来，我都是走路带风，是不是？然后呢，听他们的，哎，这好那好那好这好，结果呢，最后都是个屁。所以我告诉大家，一定要以自己的开心为第一先决条件，知道吧？要不然的话，你们听这个忽悠，听那个忽悠，尤其现在这个市场，千万别被别人骗了，一定要把自己的快乐、自己最想要的东西摆在第一先决条件。这个东西错不了，要不你就用来填充大脑，知道吗？填充自己的认知，填充自己的大脑，走出去看世界也没毛病。看到了的世界都是你打开的眼界，打开的眼界都是你脑子里的财富，这些东西别人是偷不走的，千万不要被这些老家伙骗了啊！他们到时候生意做亏了，到你们这些人身上来想办法，你们算是见了鬼，财富的搬运工啊！Christina Hello， 你好。喂，蛐蛐，听得见吗？我现在变声。听得到，你说。是这样子的，我现在是金贵的那个学员，也在1v1，然后现在这个情况其实也比较迷茫吧，就希望有好的一个方法。就是我先说下我的基本盘，就是我26岁，颜值7分，年收入50万左右。普通家庭，南方40了，1线城市，2层大平层，有一定的经济积蓄。然后现在我们是结婚了，然后相处，就是我们领证1、2个月，然后我带球6个月，相处了1年多，10点半和谐。男方婚前有付出1000个，现在问题是就是婚后因为发现我原生家庭包装太厉害，然后还有就是我之前想交给父母的理财的300个被我父母动用了，然后他就是后来发现这些事情，他是个非常厌恶欺骗的人。他本来说不在意我原生家庭有没有钱，但就是原本很信任我，但狠狠被欺骗了。他其实确实刚开始很信任和爱我，他那就是1000W，其实是他当时现金的1半都给了我，当时我们还没有结婚，钱就给了我，但他现在说心灰意冷，所以就要跟我扯快乐证。但是呢，他最近态度又很反复，本来说就是对我没爱了，但是可能又怕我做什么傻事，然后又说对我有怜爱，然后但是之前他还说因为就是要资金周转，然后让我转给他300个，然后我也转了，但他现在的就是意思是让我再把300个转给他，我只留100个做生活费，但这个的话我其实就没有安全感了。然后他说我就说用我的名义先买保险，签合同，将来把这个钱留给孩子。可是他其实一直不想要这个娃娃，然后他一直也想让我夹娃娃，但是我就觉得不管他怎么样，我都想要这个娃娃。我现在就是不想把这个钱就是给到他，然后
就是因为我没有安全感，这个该怎么跟他谈呢？而且我觉得这个男生是值得我托付的吗？现在其实说实话，我是希望能跟他好好度过这个信任危机，并且希望他不动我这个安全感的钱，应该怎么重建信任？我接下来该怎么说和做呢？谢谢学学。你说的这个诉求是做不到的啊，你说的这个诉求是达不成的，我建议你是直接放弃你的诉求。你的这种什么又要他什么来给我什么，我又要安全感，又要让他什么重归于好，这个诉求是达不成的。这个男的现在非常清晰，他之所以会反复是有目的的，反复在于把他付出的钱拿回去，他反复就能迷惑你。如果他非常斩钉截铁让你知道他对你没有任何的感情，他要撤退，他要离开这段关系，那么他知道你那个钱是1分钱不会吐出来，他通过自己的情绪反复，然后能够波动你的情绪，让你好像觉得他是为了跟你继续，然后才做的这些事儿，最终的目的是把那1000个全部拿回去。这个是他现在在布局的事儿，所以他在布这种局的情况下，请问你的诉求如何达成？其实因为我之前说我没有安全感，他就说可以签一个，如果他主动离开我就签一个会给我700W 补偿的一个协议。小姐，你是弱智吗？什么叫他主动离开？他可以不离开，他耗着你不离开，然后呢，1分钱不给，耗着你不离开，不增加婚内财产，你怎么做？那现在我应该怎么做呢？怎么面对他呢？我建议的就是他说啥都不用听，你只用做你想做的。你不想分你就不分，你不想给你就不给。但是你觉得我们这个信任怎么重建呢？重建不了，不可能重建信任，只能在双方知道彼此是什么货色的情况下狼狈为奸，懂吗？没有重建信任这回事，只有你知道我是个什么玩意儿，我知道你是个什么玩意儿，我们2个人配于此刚刚好，别折腾。是这么，是转变你们2个人的价值观。因为其实我觉得他人品很好，我不知道他到底是想把这个钱拿回去，还是确实他有点想修复和我的关系。我告诉你的就是真相，如果你要怀疑，那么你最终就一定会走向他要的目的地。他要的目的地非常清晰，现在事实是什么？事实是不是要钱？要钱是不是事实？对吧？请问要钱怎么就能够叫重建关系、修复信任？他是觉得就是之前就是因为这笔钱，所以导致我们很多关系都不太好。所以我是想告诉你，就这个逻辑啊，这个逻辑是的，是因为你骗了他，所以你们关系不好了。但是难道说这个钱还回去了，你们的关系就能好吗？你仔细的想一想这个问题。如果你的钱还回去，这个关系就能好，为什么他不能在这个钱放在你这的情况下继续信任你呢？钱才是终局啊，最终钱在谁那儿，才是这个事件的真相啊。我现在声音是在变声吗？没有变声，我不知道。好吧，就是反正我觉得他可能我也有点迷茫吧，就是不知道他到底，所以他现在其实我已经告诉你了，你还在说不知道，你是想推翻我，懂吗？我已经非常清晰的告诉你了，我没有任何模棱两可的语言再给到你方向说法。现在你所谓的迷茫，其实是希望推翻我的结论，但是这是不可能的。在我看来，这个事情非常清晰，他所有的情绪反复，只是为了放烟雾弹，让你把钱给他之后，然后再来了断这段关系，这是他的目的。明白，就是他的话，就是我现在就是该怎么样就怎么样，然后不要把钱再给他，就是这个意思。一定是这样的，钱是坚决不能给，关系他要想撤，实在想撤，你没有办法，想撤就撤。如果你现在还不想撤，你可以在不给钱他的情况下，继续去给他烟雾弹啊，温柔炮弹啊，就是做小伏低、隐忍、温柔情况都可以，随便你想怎么搞怎么搞，但是钱锁住，因为这个钱一旦给他了，再也回不来了。
明白。之前我就还给他那3万，我也拿不回来了。不可能拿回来。他现在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把1000万全部拿回来，这是他的唯一目标。所以当他在这个唯一目标之下，他所有的动作全部都叫做部署，他所有的情绪反复都是在极致理性状态下展现的招数，懂吗？那你是不可能，你把它真的理解成是情绪，那就完蛋了。你还以为300万能回来，他现在想的就是剩下这个700万怎么弄过去，怎么弄过去。那他是个，有时候我在想他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呢？他难道就是把利益看得比情感要重很多吗？你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小姐？你包装了自己，包装了那么多，让人家以为你是个富家千金。他也是一个想要强强联合的人呢，他想要的是门当户对呀，他不想扶贫啊。他是农村出身，他之前其实他听到我的介绍的时候一直跟我拒绝见面，但是那时候我对他很感兴趣，所以就一直想要跟他见面。他可能不是看中我家庭，他只是在乎我骗了他这件事情。愚昧，我觉得你非常之愚昧啊，非常之愚昧。我告诉你，如果说他不在乎一个女的有没有钱，家庭条件好不好，这件事情发生在一个完全不在乎这个事情的男的身上，他会怎么做？他会想着结都结了，孩子也有了，我先走走看看他能不能改，他会这么想问题，懂吗？而不是想尽一切办法把钱往回要，然后让你把孩子处理掉。那我现在就是我不要把钱给他，然后想干嘛干嘛，情感也是随缘看，这样子是吗？是的。你可以去给他洗脑，说我们2个人已经走到这儿了，对吧？我觉得你还是想一想，我们怎么把这个关系往好了处，未来我们1+1大于2，强强联合，我觉得这样比较好。如果说你非要跟我扯快乐正，你说我现在是不愿意的，那我们就先拖一拖，对吧？我反正是会尽我最大努力，但是钱你要拿回去不可能，因为我已经把它锁死了。你随便说，买保险了，买这个了，买那个了，无所谓。就是那你觉得其实什么样的男生才能托付终身呢？什么样的男生都可以托付终身，重点不是在于什么样的男生能托付终身，重点的是在于你在当初在欺骗的时候，你要想好会有这样的结果，你才能做这个事儿，对不对？我接受最大的结果，那么我去布这个局没有问题呀，没有问题啊，是你的心理预期不对。明白了，谢谢曲曲。好，拜拜。拜拜。所以你们记不记得我讲过很多次，我是非常非常不建议大家对自己过度包装，试图去嫁给一个有钱的男的或者怎么样，通过包装自己的背景跟身家啊。如果我们是什么呢？我们叫半真半假，就说可能你的钱来源不是那么想，是吧？不是那么想说出来。那么呢，你可以去包装一个来源，对不对？但是你依然是有这个实力放在这儿的，对吧？但是你不能是完全没有这个实力，你是个空壳子，你跟别人在天花乱坠这个那个，那么你这个就成了欺诈。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是底层上的整个大的你基本盘都不一样了，对不对？男人可以，他是怎么的看到的是一个成品，那基于你这个成品，你漂亮还是这么漂亮，有钱还是这么有钱，对吧？只不过可能你的漂亮不是天然的，是后天的，可能你的有钱不是家里给的，是男人给的，仅此而已。但是你的现在这个成品还是这个成品啊，对吧？美貌依然在你的脸上，财富依然在你卡里，这个东西不能更改呀。我叫原谅你的过去，叫做什么？叫做你的现在是我想要的，我才原谅你的过去啊。你现在是什么？你的现在都不是人家想要的呀。你们整个是虚构的你自己的背景，虚构的你的家庭情况啊。那也就是意味着你根本没有他以为的这种财富水平，你没有这个价值啊。你没有这个价值，人家还要所谓的原谅你的过去，这是过去吗？这是现在呀。他是不接受你的现在，不是不原谅你的过去啊，对不对？他根本就不是一个性质的事儿啊。
所以我其实是非常不建议大家像这样子把自己，因为很多有些人他们是走这个路子，把自己包装成白富美，其实是个空壳子的这种。只有一种人可以把自己包装成白富美，就是你们家确实顶，只不过在走下坡路，或者说遇到了重大挫折，是吧？这种情况下你可以包装，但是你完全是个虚的，那你就要承担后果呀，对不对？这种时候不要再反过来说别人是个什么人，是吧？这个男的是个什么人？你开什么国际玩笑？这男的他还说本来就是个农村出来的，他就是个凤凰男。一个男的他是凤凰男，他怎么能够接受把他自己辛辛苦苦奋斗出来的财富分你一半？你哪位呀？对不对？你们是凤凰男是不可能的，他一定想的是找一个助力于他的，让他更上一层楼的。他愿意付出这么多，他一个凤凰男，他愿意给你这么多，那你说你都把自个儿包装到什么地步了，小姐？你根本就是啥也没有，所以这就叫什么？一个萝卜一个坑，知道吗？为什么我刚刚跟你讲，没有叫做重归于好，重修信任，没有，叫做大家都认知彼此是什么货色，然后继续狼狈为奸。你们两个人都能更改频道，这就对了。这叫什么呢？坦诚的面对自己，面对对方。事情已经事已至此，我们就着现在这个基本盘往下聊，谁都不要想推翻我是个什么玩意儿，你是个什么玩意儿，然后还在那给我装腔作势，惺惺作态，何必呢？把彼此当傻子，对不对？你让他好好去看看纸牌屋对吧？你就是看看那个纸牌屋，你说这个世界上的婚姻关系有很多种，你还不如摆出一个强者姿态，你何必在这示弱呢？还想想让对方可怜你、同情你、爱你，他现在恨不得把你撕了。你骗了他1000万，他恨不得把你撕了，是不是这个道理？他会同情你，他会爱你吗？你不如教会他愿赌服输，对吧？这男的反而心里说不定会想，我操，也是，对不对？他心想，这女的能把我忽悠住，说不定还能陪我出去忽悠别人，对不对？你还不如跟他这么聊。你说你要想一想，为什么你会被我的包装欺骗到？那是因为你想找一个家庭条件这么好的女生，你也想通过这个女生的背景往上走一个台阶，所以你才会被我骗对不对？这个时候不是反向操作，就跟那个叫什么呀，翟那个翟什么翟山鹰是不是跟那个翟山鹰一样的？你这个时候就是应该这个姿态出来了呀，对吧？你说，所以说，你说你不要想着什么把钱都给你，然后跟我演情深深雨蒙这一套，让我把钱都给你，然后再跟我分开。你说我之前跟你给了那300万，选择跟你2个人是吧，互相演这一场，是因为我呢这段时间相处下来，确实对你有感情。我觉得你为我付出了1000万，现在你发现了这个事儿，我认为我还给你300万，这个叫做有情有义，对不对？你说要是你换别人骗了你1000万，1分钱都不会吐回来给你，我还能给你吐300万，你说你还有什么自行车，对吧？你说我还给了你300万，现在你还想要别的，你不觉得你有点过分吗？事已至此，咱们俩婚都结了，孩子也有了，你说我是建议你呢，还是跟我好好过，对吧？你说你要想一想，如果你不贪图女生的物质条件，你也不会被我骗。如果以你现在这个心态，你就算跟我断了，你出去遇到其他的人，说不定你还能会踩更大的坑。你说你不如把我当做你人生中的一个老师，格局是不是就打开了嘛？对不对？所以我跟你说的那一句话，绝对就是你们的明灯，就是你们这种关系的明灯。这种时候不要再装弱者了，装什么弱者呢？你还不如让他觉得我就是段位吊打你，你已经看到我吊打你了，你不如以后就听我的。对不对？咱们俩就好好过，不完事儿吗？对吧？你就跟他说，你说孩子有了，你说我们俩好好过，对吧？未来我们俩在一起能挣得更多，
这个时候先康康康给他一顿干，完了以后再软下来，这个时候的软你才有意义，对吧？你要把他给说懵了，你再软，你不能前面在他嘟嘟嘟嘟嘟嘟，然后你我不是怎么办？我还是想玩，这是没有用的，这是绝对没有用的，对吧？你只能把他说懵逼，把他说到哑口无言，简直就是疯了，就是他整个人就是疯了，碎了，炸裂了。你把他说到炸裂了，他实在是觉得没有办法了，这个700万实在是拿不回来了。这个时候你再来安抚，对吧？你再来安抚，你就说你未来怎么过，对不对？怎么再弄？你说我们2个人一起赚钱，一起好好做事儿。有什么项目一起弄，对吧？哪怕你说你占股份多一点，我占股份少一点，你说夫妻共同财产，你占70%，我占30%也可以。你说，但是我还是很喜欢你的，我还是很爱你的。孩子生出来了，我们就是孩子的父母，对不对？你说像我们俩这样的孩子，智力也不会差，这个路子是不是才对？对吧？有的时候你们就是思想打不开，你但凡把这个钱还回去，彻底完蛋，对不对？钱还回去，你这个事儿才叫 game over 了。他的目的达成，你这个事儿就 game over 了，对不对？他的目的达不成，你还能跟他2个人搞一搞。来，大家有任何的需要找我们1v1的需要我们老师为大家出谋划策的宝宝们，右下角的小黄车点开，可以看到我们团队所有的服务内容，文字咨询、语音咨询、闺蜜圈送1年的陪跑然后还有我们金贵的关系的正版课，直接在我们的小黄车就可以下单。大家也可以通过右边的这个微信2维码添加了去问，好不好？然后这个也可以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我们的直播间是一个高能直播间。正中心下面这个分享按钮可以分享到你们的朋友圈，或者是分享到你们的闺蜜群喂，哎，你好，是的，你说。有点激动。是这样子的，我是那个，你说快一点，流畅一点啊，不要我。好，我是那个周一美容医生。现在我遇到一个困境，因为我这个差不多20年来都一直被当做皮肤科医生在用，然后现在就是遇到了一个事业的分水岭，然后我不知道该往哪条路上走了，是回到中医，还是说继续就是好像有点不伦不类去做皮肤科医生。有什么具体情况呢？就是我们会因为现在经济形势不是很好嘛，然后就会有很多这种职业的叫什么碰瓷儿的。啥意思呀？不是你做哪个挣得多呀？那肯定是皮肤会多很多。对呀，挣得多就做哪个呀？哪个挣得多做哪个呀？有，然后遇到什么事直接解决什么事儿就可以了。对呀，你现在不是为了挣钱出来干活的吗？为了挣钱出来干活，当然是以哪个挣得多为唯一的目标啦。好吧。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我孩子大概初一，然后12岁，然后他现在就是不太愿意学习，就觉得什么事情都无所谓，可能经济还可以吧。然后我在想我要怎么帮他。妈呀，宝宝，你应该去找一个做家庭教育的直播间。我们是讲情感跟人际关系的，而且呢，我个人呢未婚未育，好不好？就是解决你的这个问题，着实是有点超纲了，对我来说。好吧。你怎么从我这来问了呢？我也不是万能钥匙啊。
你就是我的万能钥匙。好的。那你这样子，你去给我妈发个私信，我妈的抖音叫武汉阿姨月妈，好不好？你去问一下她，你说这个啊，你说曲曲你是咋培养的呀？她这个叛逆的时候，青春期是怎么回事啊？她是个很热心的人，她一定会解答你的，好不好？好的，好的，好的。啊，还有其他我能答得上来的问题吗？然后就是，然后还是第一个问题，现在不是遇到那种职业碰瓷儿嘛？然后就是我需要去跟那个，就是去怎么样去处理会比较好一点？能否考虑跟每一个客户提前先签个协议呢？我们都会有签的，但是就是他这种职业的，就是他会层出不穷，就弄得你就是你很多东西怎么碰瓷儿就会，就比如说根本不存在的东西，然后他就去告你这样的。他告你，他不存在的东西，他怎么告得赢呢？对，但是就会弄得你很焦头烂额，他肯定是不会赢的，对。你有专门的法务吗？你的意思就是需要一个专门的人去专门处理这些事情就好了，对吧？那当然了。你们这个市场上有没有专门处理这个事情处理的比较好的人？你去打听问一问，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然后第三个问题就是我现在大概有300左右的资产吧，然后其中80是现金，然后我现在存的是7天的那种叫什么通知存款，然后我现在有60的房贷，然后我现在没有住房，都是租房住。你建议我现在在北京，你建议我买房嘛？然后如果我在市里头买房的话，80是不够的，也会有贷款。但是如果我的现在的房租差不多也将近1万嘛，然后房贷去抵房租去抵房贷其实也是可以的，但是就会被捆住。你觉得我有这个必要继续买房吗？还是继续租房？你80买啥房啊？在北京？可以买，就是首付啊，够首付，因为现在不是首套30%嘛。你现在就是你每个月能挣多少？大概5左右吧。能做5个 W 是吧？你这个收入稳不稳定？就是手停口停这样子。就是只要能做就能挣呗。对。是这样的啊，这个房子呢，你想买是可以买的，因为你是不是要在北京安家？因为我是单亲嘛，我带着孩子自己在这，然后他父亲可能会就不会影响他的学区啊，也不会影响他的任何东西。但是对于我来说，肯定还是需要有一个住的地方。我现在有的房产在北京周边，而且是个商铺。你能不能把你北京周边那个商铺卖掉？我也想卖，但是估计短期内不可能出手。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是希望未来在北京长期发展，那么你现在要买的房叫刚需房。我现在是在问你这个问题，是为了知道你这个房是不是刚需房，懂吗？对，如果我不买的话，肯定就是要租。如果是刚需，那么买永远是对的。那么现在呢，你就可以琢磨这个事儿，可以到处去看。我觉得你不用着急，因为短期之内呢，我们认为这个房价不太有巨大的上升空间，不说跌不跌，但是上升空间不是很大。所以呢，你要是想做这个事儿，我觉得你可以多看一看，多等一等，然后找一找，把你多一点的精力放在这个对比上面。如果有比较捡漏的，你就可以捡一捡，就是这个意思。
明白你的意思了。然后没有别的问题。好，拜拜。好，拜拜。刚需还是可以买的啊！来，大家把这个右下角的二维码扫一扫，还有没有我们微信的吗？扫一扫我们的二维码，万一我有一天这个地方也播不了了。如果大家没有我的微信的话，你们有一天会真的跟我走丢的，好吗？希望大家一定要把我们微信扫起来。然后呢，希望你们可以把我们的直播间推荐给你最爱的朋友们、最爱的家人们，以及你的朋友圈啊。中间这个转发点一点就可以转发出去了。然后想要来找我们团队进行文字或者语音的这个咨询的，或者是想要进我们的闺蜜圈的，以及想要了解我们的哼哈10点半的项目的宝宝们啊，右下角的这个小黄车点开，可以看到我们所有的这个服务类目，也可以直接去问这个微信二维码，好吧？我跟你们说，你们一定要把我分享出去。如果大家真的不把我分享出去，在私域播只会有一个结果，那就是流量越来越少。如果流量越来越少，那么这个 IP 就会消失。所以可能原来我们在公开大平台上播的时候，反而真的不是那么有所谓，大家分不分享这个直播间，因为我可以用我的方法在平台上有吸引到更多的自然流量、新流量。但是在我们的私域直播，我们能够获取新流量的方法是唯一的，就是转发分享。我们除了转发分享这一个渠道之外，我们没有其他的地方可以让别人找到我们。但是如果看我的人越来越少，那么最终这个 IP 就一定是消失，这个就是一个终局。所以我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啊。谁呀这？什么毛病？来，下一个。先把这个猫头像连了。哎，没连上吗？没反应呢，这个。给我倒点别的东西喝。喂，听得到吗？Hello， 你好。你好，曲曲。哎，你说。这几天在跟男嘉宾推进围城关系中发生了变故。虽然我也知道我做错了什么，也大概知道该怎么做，但是我还是觉得听听曲曲的建议会比较安心一点。说一下基本情况，我是32岁，颜值、身材、气分，收入60-70个 W， 但是今年可能不太稳定，在2线城市有4套房。男嘉宾呢是加拿大籍的华人，有快乐证，带个男孩。然后年入1000多个 W， 我们是社交软件相识，然后网恋半年，期间他每个月都会飞来国内看我，我也一直在他的印象中是情绪非常稳定，而且能够给他提供令他很受用的情绪价值。然后他一开始呢隐瞒了他其实有2个孩子，后面他想跟我推进围城，就跟我说了，我说我很受伤，你欺骗了我，然后他给我转了200个 W 的彩礼，并且承诺可以签协议，婚后再给我200个，并且给我一套房。那前几天我们也在国内举行了婚礼，但是我这个人冷静的时候我都想得很通透，但是在就是婚礼很繁琐的事情当中，我就会显得脾气有点急，就会在他面前就忽视了情绪管理，表现的有时候会不耐烦和强势，然后包括在他面前对我妈妈说话也有几次不太耐烦。然后婚礼结束后，我们准备飞往他的国家加拿大去注册的，但出门前我就傻了，我就很心急的说，你出国前先把协议签了。他就犹豫，然后又提出先签一个保障他孩子的，然后跟我想问我你婚后怎么跟孩子相处等等问题，然后我又傻了又急了，发生了争吵，然后我就
就当时就负气不肯跟他飞，然后把他赶出门让他自己走。等他真的走了，我立马意识到自己是有问题，马上就给他打电话，但他没接。但是他绿泡泡上是有回复我说要冷静一下，感觉我跟之前截然不同，之前是情绪很稳定的，这次回来感觉我非常强势。然后过了一天，他发小作文跟我说想分手，然后我跟他说我希望能够当面沟通，他不愿意回国来见我，我就说想去国外见他当面沟通，他也不愿意。最后我说我因为爱你尊重你，所以我虽然不舍得，我还是会接受你分开的选择，但是我们已经举行完了婚礼，所有亲友都知道我要去加拿大定居生活，所以我希望能够最近来加拿大旅行一趟，我希望能够发个朋友圈让所有亲友都安心，然后你能不能帮个忙，作为朋友能够陪我。然后他就也还犹豫说，哎，我这2天刚好孩子是不在他妈妈那边，是轮到我来带孩子。然后我就说，哎，没关系啊，那你正好还要带孩子的话，可以顺带带上我。然后他就马上同意了，因为我之前他问我怎么跟孩子相处，我都回避回答。他说能不能一起度假，我还说你可以带孩子度假，我可以干自己的事儿。他可能有些介意，但所以我提出可以跟他孩子一起去旅行的时候，他就很爽快答应了。所以我过2天就要飞加拿大，然后跟他的孩子一起去度假吧。但是实际上我是想求和好，所以想问问蛐蛐我该怎么操作比较好。很简单，不说和好，不发脾气，就是自动和好。我需要做小伏低，主动承认自己错了或者怎么样吗？我觉得只是叫做相处求愉快，那么所有的东西它都叫大家自己就可以认知。如果说你不停的去说这说那，其实往往是带一种 push 对方的一个行为。就是不能让他是和谐的，是轻松的，那么对方自然而然的就觉得是有价值的。如果他继续向我抱怨我那天的强势行为，我是要马上认错，然后表现的自己当时不是我一贯的性格，而是我当时临时有了这样的情绪波动吗？那肯定，要不然你表达啥呢？说就是认错嘛，说就是我不对嘛，反正说就是我不对，说就是认错，然后就是哎呀，这不开心的事先别提了，我们就好好度假嘛，就完事儿嘛。其实我还是想留在那边，能跟他继续按照原计划步入围城登记注册的。但是我可能，如果我的假期过个10天半个月，他还没有提出我们继续推进的话，我是回来呢，还是怎么样呢？那肯定是得留在那儿啊，你能留得住吗？如果他的房子不接受让我去住的话，让我长期住酒店，我觉得，然后我又在国外长期没法工作收入的话，我觉得我也待不了特别久吧。哎，能待多久待多久嘛，能待多久待多久，那就是你的努力尽力了呀。你觉得要他表现出什么样的状态，我就预示着我可以放弃了？就是你最后要走了，他不管呢，他就是放弃啊。好吧。好的，我知道了。对呀，只要你的努力别人看见了，且你的努力极致了，那么这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你到最后还是不得不走了，他也不挽留了，那么这个事就结束了呀。所以期间我的态度还是表达我是爱你的，但是我接受你分手的这个要求。你别说这些不行吗？就不要表达我爱他是吗？你不要说分不分手，也不要说和不和好。好，我懂了。就是自动和好，没有这些破词儿。好的，我就只关注于愉快的相处，表现自己的情绪稳定。好的。对的。还有问题吗？没问题了，谢谢。好，拜拜。你们还是去找我们1v1老师吧，真的，他们比我们耐心好10000倍。为什么我老觉得你们听我说话听不懂呢？你们怎么这么轴啊？好轴啊！和好就是什么呢？就非得是我要跟你和好，你根本跟我和好，我现在还是不是你女朋友？你还是不是我男朋友？就和好非得走这个流程，是吧？和好就非得是对不起，我错了，你原谅我吧。
就非得走这个流程。就这话要不说出来，这说出来就怎么呢？说出来就等于给你盖了个章，是跟你签了个协议，公证了，还是怎么着？有这个必要吗？人都去了，见都见着了，就死皮赖脸就完事儿了呗，非得整那么多啊？上纲上线的，本来人家想和好，你一说，那我们现在是和好了吗？马上那男的就他妈下头了，没和好，没和好，是不是？本来人家心里觉得，哎，其实还挺好，处的还挺愉快，是吧？婚礼也办了，要不就这样吧。结果你一开口，那你现在还是我男朋友吗？马上觉得，哎，好 low， 是不是这个道理？你们自己不也是这个样子的吗？你们自己也是这样子的呀。本来已经都烧气了，结果那个男的说了一句：“你还在生气吗？”啪的那个气又上来了，对不对？本来你就觉得已经挺好了，也没啥了，结果那个男的搞句：“哎，你别生气了呗，你是不是就毛了？”真的是非得在那搞一些语言上的东西，喜欢跟别人上课。你们个个都是班主任，对不对？你们都不是谈恋爱的，你们都是班主任，都是过来跟别人讲道理的。要不然就是要跟别人打脾气、搞事情，对吧？签合同。要不然就是什么事情非要有个理所当然，非要有个所以然，1、2、3、4、5，你跟我说的清清楚楚。不用，对不对？我们2个人婚礼办了，对不对？现在还能亲亲抱抱、举高高，还能用一个被窝，这个事儿就结束了，对吧？你要是不那个啥，你就是耍流氓，你是耍流氓，你耍流氓我就告你，对吧？该不要脸就不要，这个脸不知道天天那么金贵，贴在个脸上，那么金贵就别找人家了，还找人家干啥呢？哎。微信扫不上了，赶紧换，赶紧让他们换微信，让小助理换。纠结，对，老是纠结身份，纠结口头承诺，纠结这些鬼，1、2、3、4、5，有什么好纠结的呢？对吧？让小助理赶紧换微信。右下角的这个小黄车打开，可以在里面找到我们老师1v1的这个项目，语音的呀、文字的呀都有，好不好？还有闺蜜圈，闺蜜圈可以送1年的这个文字1v1啊。闺蜜圈，我跟你们说，这次我们一起去迪拜玩的可开心了，我们所有的闺蜜圈宝贝玩的可开心了，大家都不想回来，我就怀疑那个小助理是不是故意把护照整没了？他是不是故意的呀？他就是不想回，他反正太开心了，玩的不想回，然后给我把护照给我整丢了。他不是领子不舒服，是热，我好热。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直播间啊，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给你们的小伙伴，分享到你们的朋友圈。哎呀，你们还说呢，本来我还有个地方发我的那个什么日常的，结果我们那个号也被封了。我现在已经封号成了常态，哎，咋办呢？这安安心心是不是都连过了？你把连过了都删掉。茅台没后文了，茅台，我们打了12315，12315还没给我们回话吧？好像。喂，支持。哎 ，Hello， 你好。哎，你好，我先录个屏啊，谢谢。支持你好，那个很喜欢你。我先介绍一下我的基本盘。我38岁，未婚，颜值6分，全职宝妈。1线城市，名下有2套船款房，价值300多左右，无存款。男嘉宾46，在围，因为对方女嘉宾不能再有，所以呢，他们只有1个篮球。男方是基金行业，投的公司也比较多，年收入不详，但是身价一个小目标应该还是有的。我们3年半以前通过一个学习的场所相识，后来相恋，
就是那个时候他很想要一个粉球，就是4、5个月以后呢，我们刚好也就有了。现在的粉宝宝已经有2岁半了，快2岁半了。我在认识他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我是古某师，还是有一点点盈利的，只是后来不巧就刚好倒亏了100多个 W。这个期间一直到粉球半岁之前呢，都是我自己拆东补西在扛。等到娃娃等到粉球半岁以后呢，男嘉宾那个时候要我把我名下的一套房过户给我的粉球，当时我没有同意，他就要我打了200 W 的借某条给男嘉宾，而且注明了在多少年以内呢，我若是有其他的男嘉宾呢，他就要我连本带息把这个。你老公吗？他是在围的。对，我所说的对，就是说他要我打的那个借某条还注明了，假若在多少年以内，我若是还有其他的男嘉宾，他就要我把这个连本带息把这个米还给粉球。就是，但是谁的粉球啊？这是我跟他的。哦，你跟这个男嘉宾有一个吧？这个男嘉宾不是你老公是吧？对，他是在围内的，对。但是呢，他要我打的这200个的这个借某条呢，他实际也只到位了150，而且他在转给我米的时候，他还特意备注了借某款，就是还有就是他给我的投资，就是还给了我一台他在他公司名下的一个50个 W 的车在给我开，平时每个月给我的生活费呢，由以前接近2个到后来的2.6个 W， 这其中还是包括了保姆费的，因为之前他承诺呢，在粉球就是我们的女儿每年生日的时候嘛，每年都会给20个 W 放在我这里定投古某市，只是2年多过去了，一直到现在也没有到位。然后今年年初的时候，他答应呢会给10个备用金给我，也没有到位。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呢，我发现他和他商学院的一个女同学在热恋，每天上下班电话都是1-2个小时的，而且那个时候他是经常借着出差呀，或者是学习和对方在一起。才被我发现的那一会儿呢，他还是有点内疚的，就说那个就是我们的粉球2年2个那个20个 W 和我的10个备用米，这里一共50，他就说3月份被发现的时候，他就说5月份给我，还说我打的那个借某条200，就是说实际值到位的100，我不是还差了50个没给吗？他就说年底会给我，只是非常不巧的时候，就是5月份的时候就被他自己家那位的女嘉宾，就是看到了我们的地球号的聊天，就知道了我和粉宝的存在。那个时候他家的那位女嘉宾就是说还跟我的这位男嘉宾说，要么就给我一笔米，让他与我们这边断掉，只是我不舍这个男的，所以那个时候也没有趁热去处理这一件事情。后来就是说我感觉就是说我跟我的粉球都没有保障嘛，所以那个时候我包了也有不少，所以以至于这个男嘉宾后来就不断的撒谎，说他家的这位女嘉宾呢，在公司给他当财务啊，或者是各种行情不好啊，各种借口，就是说没有多余的米，所以就是说他曾经的承诺的这些都是落空了。其实他呢，在今年之前啊，就是他这个女同学，他商学院女同学出现以前呢，他还是会经常过来看望我们的，只是后来出了这个事情，然后再加上他家的那一位知道了我和女儿的存在呢，所以中途有好几个月时间是来的比较少的，可能管也管得比较严嘛。就是最近听蛐蛐的直播比较多以后，我就是心态也变好了，也看得稍微通透了一点点，所以最近2-3个月的时候，我和他的关系就有所缓和了，大概也就平均2天会来一次看望一下我们，只是每次时间可能比较仓促而已，但是总比以前就是不怎么来还是好。他是那种可能精明又算计啊，疑心很重，为人低调呢又有一点心软的人，在我看来他是很优秀的了，只是可能对我不是特别的好，所以我呢也不想离开他，正像啾啾刚才所说的，我可能找不到更好的孩子，他爹自己可能也没有资本和底气来离开他嘛，所以非常想请教一下蛐蛐，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底色，我又该怎么去处理我跟他的关系，还有就是我该怎么做，就是他还愿意付出他曾经做过的承诺，比如说仔每年的20个啊，就是今年有50加50，就是说那个一共100个 W， 一直这个承诺，我该怎么做他才能愿意来付出呢？我送你4个字，第一个字前面2个字叫稀烂，第二个2个字叫撒泼，前面2个字是定性，后面2个字是没有什么别的。你这个事儿除了撒泼这一条路，没有第2条路可以走。
就是他们家那位已经知道我们的存在，不重要，不重要。他去上课，你就跟去上课；他去公司，你就跟去公司；他回家，你就跟着回家。什么样的时候他能够把钱到位，那么你就停止你的行为，这个就是我的建议。谁知道不重要，重要的是让他什么事都干不了，这个重要。就是如果是我和他就是还是保持一个平和的关系的话，以后他会不会自愿来付出？有没有这种可能？会，没有，因为你太蠢了。你已经被他低成本持有习惯了。对。你们这个关系是没有救的。好。还有就是他在转米的时候不是备注了我是借某款吗？他是备注了借款，对不对？我今天还特意跟他说了，就是怕他家里那位知道啊，考虑到仔的话，要不要给我们写一个赠与协议？他就说他家那位不会知道的。然后呢，他就还明着说了，就是怕我做坏事，或者是意思就是怕我在外面有其他的人，所以就是说不愿意写这个赠与条件，就是还是那个借款，就是他的那个借款不愿意这样子。那我如果以后总是以这个为理由的话，我应该怎么来处理委托呢？我给你的2个字是对你这个关系的全部解决方案。好的，就是还有一件那个事情，可能是我自己做的比较那个，就是大概是今年在端午节、中秋节以后嘛，那个时候中途就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呢，我和他呢有过一些矛盾，然后呢在中秋节之前，他呢没有经过我的同意就抛掉了我一只股票里面。也一只股票，刚好那只股票后来抛了以后，立马就是年数涨，等于就是我以前亏的亏了100个 W 的股票的话，他抛了以后没经过我的同意抛了以后，等于就是年数再涨以后少回本了30个 W， 少回本了30。后面呢，然后在国庆期间，他呢也是陪着他家的那位女嘉宾去旅游了，然后也没有联系我们，所以我那个时候为了赌气的话，自己就去玩，自己太作了，就去玩牌嘛。就是打的比较大，几场就输了70、80个，当时也是上头了吧，然后就自己启动了那些信用卡或者是微粒贷这一些，直到现在我也没有跟他说，就是我是不是也不，其实股市里面还是有这点钱能够填这个坑的，所以就是因为他知道我的账号密码嘛，所以我就不能动，我就已经准备贷款了嘛，贷款下来嘛，像这个事情的话，我是不能够告诉他的吧，因为他若是知道的话，会不会更加不愿意付出了？还有就是会那个是不是只能我自己慢慢的熬，还是有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法我来解救自己呢？妈呀，你这登峰造极了，已经属于登峰造极了。我没有见过比你这更差的案子了，我没有见过比更差的情况了。你是本身自己脑子不清白，选了个男的稀巴烂不说，而且自己对自己的人生极其的不负责任。对，你是各种各样的这些点都在你身上发生了，而且我其实没有看到你所谓的想要去变好的决心，你今天来我这里问了这么多东西，最终的结论都是，其实你还不想分，其实你还想依然懒着，依然想赖在地上，依然想让别人来同情你、可怜你、施舍你，然后改变你自己的局面。从本质上来讲，我跟你讲的任何一句话，我怎么去说你怎么不堪也好，你所谓的接受都是什么？都是我就这样，我就想赖着。其实你最终的结论是这样的。我不明白你为什么到现在为止你还看不到你自己的人生的这种可悲，它会让你持续的走下坡路，且是无解的这件事儿。你没有焦虑，我觉得你没有焦虑，你也没有迫切感。你但凡有焦虑有迫切感，你应该想着出去找男人，出去找工作。中途有过一段那个焦虑，只是自己过来了嘛。后来是想着孩子在3岁的时候是要出去的，他那个时候还是也愿意去支持我的事业吧，只是现在孩子还没有读幼儿园，就是还是。你有什么所谓的叫支持你的事业呀？你有什么能力去支撑一个独立事业呀？他那边资源呢还是比较多吧，然后他自己曾经跟我说过，他愿意来投，可能也许那个资金不会特别多吧，1、2。你能把个班上明白都不错了。还事业？你什么事业呀？都已经进入这么稀烂的关系了，不想着怎么出来，还在想着还去赌啊，还是输了钱呢，还在那跟他裹呀？你这脑子到底在用在什么地方我都不知道，还做事业？你做事业不是个赔，是什么呢？这一天到晚想着走捷径，想着当一滩烂泥，那人生没有活路可以走啊！
你现在撒了泼又能怎么样呢？撒了泼也不改变根本。是的，我是该好好反省自己。没小姐啊，我请你出去做事儿，好吧？你该上班上班，哪怕这个薪水再微薄，你该出去找别的男的，找别的男的，你该这个男的你给他跟住了，什么债什么这个那个全部可以告诉他，无所谓，一次性要够。你还指着他每个月给你给生活费啊？太愚蠢了，已经不知道自己的到多稀烂的境地了，还在想着我在这个境地里我怎么处？我还怎么跟这个男的把关系搞明白个毛线呢？那纯下坡路。别把别人脑子搞坏了。我真的是服了。我跟你们讲，这种啊，他是个鼻涕。什么叫脾气好啊？这种人在生活当中是最讨厌的，知道吧？你跟他说什么东西，他说好，对，你说的，然后不改。这种人不恨人呐，他就是这样的人呐。你觉得他真的有什么决心，有什么毅力，想要去改变现状吗？他没有啊。你跟他说什么，他都好像对你说的对，对，我也这么觉得，好，我知道。其实呢，他的根本没有一点变化，对不对？他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他在外面天天装受害者呀。到底是谁害了他呀？他自己害他自己，他天天在外面装受害者，一点能力没有。还什么炒股票，这男的这么稀巴烂，还让那个男的知道他的账号密码，然后这男的都已经给他都惨成这样了，他还在外面赌博，现在已经分文没有，欠一屁股债，还在想着我不能出去干活，我不能出去工作，我还得把这男的哄好，想什么？他从头到尾没有过根儿上的改变。跟他说任何的东西，他其实就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他所谓的我听了你几个月好多了，那是什么？他终于学会了自欺欺人。反正就是不想动，不想改变，我懒，怎么办呢？那我听了曲曲的话之后，我觉得反正大家各自都有各自的难，我也挺难的，所以我就这样吧。他是什么改变的点呢？真是太气人了！你觉得这男的为啥不给他钱呢？时间长了都能看到你身上的劣根性啊，别人都能看到，明白吗？别人都不傻，他看你这个女的，他看得透透的。一个蛀虫不说，而且还无比之贪心贪婪，然后又没有独立行走能力，还喜欢扮演受害者。这男的把他看得透透的。我跟你们说，人呐，要学会对自己负责啊。你们的人生，你们自己不对自己负责，别人是对你负不了责的，知道吗？再好的人，遇到你们这样的人，他都会变得不好。当你自己极致的不好的时候，去分析别人好与不好毫无意义。只有我们的动作都对，这个时候才有必要去分析别人，对不对？我自己一个动作从头错到尾稀巴烂一个，我还分析别人干什么呢？有什么意义呢？自己不光光是一个女人，你也是一个孩子他妈，你做了什么样的表率很重要。你不说飞黄腾达，你起码你得混个温饱，你不说混个温饱，你起码不要有负债，对不对？你不大富大贵，你能自力更生，他也是受人尊重的。你就算是挣着最微薄的薪水，能把你的孩子养明白，你的孩子也是尊重你的呀。你自己能不能尊重自己，把自己搞得毫无尊严可言？
你在外面也没有尊严，你在这个男的面前他凭啥给你脸呢？你在外面1毛钱的尊严都没有，社会身份没有，收入没有，还欲望无比之大，还搞一屁股债，脑子还拎不清，还什么他在商学院认识的个女的，商学院认识的女的你比得上人家吗？你他越看你越觉得商学院的女的好，怎么看人家怎么好，所有你身上的缺点别人都没有，所有别人身上有的优点你也都没有，你主打就是要啥没有，往那一摊，我都不知道咋骂好了，真的是，我真的是觉得大家真的有双手双脚都还健在，好吧，双手双脚都健在，不要当个残疾人。如果说这个男的你现在放不了，对不对？因为你也没有别的入口，先找个工作比什么都强，先找个工作吧，要不然呢，我们也别把这个男放在男的身上了。你先在社会上面啊，去当个正常人，对不对？你上个班试试，至少你能上个班，不说多的，起码你让别人对你有一个基本尊重。别想那些什么负不负债的，节衣缩食一点，一点一点还，先把班上明白，找到一点内心的力量感，然后再去谈这个男的，否则3分钟给你喷熄火，你怎么搞呢？一点动弹的余地都没有。我跟他说要他撒泼，要他这要他那，他怕的要死，他到时候他撒得了个泼啊？他撒得了啥泼？这种情况，那男的但凡说我这以后给你给2000，你赶紧他就走了，你信不？因为他太缺钱了，还屁股后面跟几10万，他怎么坚持得住？他怎么挺得住嘛？那这是实现不了的事情啊！没有人格，他怎么搞？他什么都搞不了。来，大家把这个微信二维码扫一下，微信二维码扫一扫，然后这个中间底下有一个转发可以转发到你们的朋友圈，也可以转发到你们的闺蜜群，好不好？我们现在唯一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的方法，只有转发这一个方法啊。然后大家有任何的需要长期咨询的、文字的、语音的，或者是闺蜜圈的，或者是金贵的关系的正版课程啊，右下角的这个小黄车点开，里面有所有的我们的服务内容。或者是想要了解我们的这个哼哈10点半的项目的宝宝，也可以直接去问这个微信啊。气死我了，没有东西喝是吧？除了最后一个，前面几个都没来啊。Hello， 蛐蛐你好，我有一些感冒，所以声音不太好，希望你多担待。好，你说。我今天问题是怎么样能让目前的这个大佬替我还完剩下的房款？我今年呢是35，年收入因为疫情受到了重创，所以只有20W。原生家庭呢没有任何的助力，然后对方比我大20，他呢目前是有固定的外国的外援给他生了一个混血的粉球在国外，他给对方是买了2套房，然后每个月都会去看他们。我们长期是异地异国，见面也比较少。我们呢在一起已经1年多，然后付出600W，其中有他自己主动提出来给我买房，付了1半的房款和装修款，然后贷款呢他说他来还，并且他说我还可以正常的去找婚恋对象，如果我结婚了贷款他就不管了。跟他相处的过程中呢，我说为了表示感恩，我说如果你愿意，我愿意给你再生个儿子。他说那边还说也要再生，他说他不是那种生了不管的人，其实感觉是在婉拒我。我跟他相处呢也比较累，因为我需要特别的主动。然后近期呢我还发现我感染了某 H 病毒，然后平时呢过节过生日我要一些包包手表他都不愿意给我，他自己也没有一些奢侈型的消费，所以我就再也没有提过了。他给我的一部分的米，然后让我去开了一个股票的账户，也亏了很多。
我感觉在这段关系里面其实是没有未来的，而且我还要在相处的过程中顺应他的很多价值观，物质上没有得到满足。我平时工作特别忙，也没有多余的精力和时间去找其他的男嘉宾，但是我自己没有足够的能力来还贷款。我可不可以直接跟他聊，就是我怕跟他在一起以后会越来越爱他，越来越离不开他，然后希望他在1年之内能帮我还完贷款。而且我比较疑惑的一点是，我一直向他表达了忠诚，而且我一直也是这么做的，但是他那个对方，他在国外的那个外援还跟他说，如果他不在的话，他那个外援会去找其他的人去解决一些生理需求，所以我有点摸不透他到底是哪种类型。还有就是我这个诉求能不能达成？你这个男的给你一共花了多少啊？600W。多长时间啊？1年多。1年多花600个 W， 你还觉得这个男的没有未来？你自己1年挣多少啊？我以前可以挣40，现在只能挣20。那你这挣的完全跟人家的付出也不是一个量级呀。你怎么会认为他没有未来？你这种想法是怎么萌生出来的呢？因为他明显的比较偏向于那边嘛。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还抓到，也不是抓到，就是他以为我在睡觉，但其实他在给国外那边的人打电话，被我听到了。然后那边的人也在跟他说，还想再给他生个孩子。所以我觉得他可能跟我没有想过有未来，他就是怕我缠上他。不是这个问题，是我不明白你的人生中有什么让你觉得比这个更好的选项，或者是让你什么点让你去徘徊的这个事情。就因为他有别的女的，他有别的女的，他肯定得有别的女的呀，他没有别的女的，他凭啥给你600个？他给我的，他不会给我充足的现金流，他的这些钱这些米呢，都是有一部分是我现在住的这套房子的所有的贷款他帮我还清了，然后呢就是他没有给我一些流动的资金，就是我现在你原来也没啥流动资金啊，你不跟这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你手上也没啥钱呢。对，因为有一天他跟我说，他说，哎，你怎么想突然给我生儿子了？咱俩当时不是说好在一起3年吗？我说你可从来没有跟我说过在一起3年。其实我的规划的路径呢是，其实我知道跟这个人，就他的性格以及他的这种多偶属性，其实我的内心是不能接受的，只是因为我太需要经济上的支持的，所以我勉强跟他在一起的。我就想当一个短期项目稿，我不可能跟他扯那么久的。所以说我还是想要去结婚生子的，去找正常的婚恋对象。但是呢，我现在这个壳太空了，我需要让他帮我把这个贷款全部还完，但是我不可能。贷款还剩多少？还剩300。300不多，你再多待1年，差不多也就还上了呀。我感觉他现在的意思是很想让他通过给我蘑菇抹票的钱挣了钱再还，不想再给我额外的钱了。他有什么意思不重要啊，你现在立刻马上让你跟这人掰，本来就是不现实的事，你不得跟他处吗？你往下处的过程当中，你时不时的开个口，每次开个5、60，不这几轮也就搞完了吗？就是说我就不要再跟他提任何奢侈品的消费了，既然他不喜欢的话，对吧？对啊，你就是每次就是再还一点，每次还一点，不就还进去了吗？这个人第1年付出600多，第2年往对折了付出问题不大呀。那我想知道，是我一直这样对他表示忠诚是对的吗？这不重要，没有什么对不对，就这个事儿他没有那么 care， 你也不需要刻意表达。那他属于皇帝男吗？还是生意男啊？他肯定不是生意男，生意男怎么可能给你付出这么多啊？因为我觉得他平时很计较，就是他自己的出行啊，或者是他去跟我表达一些他的消费观啊，都非常非常的计较，所以我有时候有点摸不清他。而且他居然可以容忍他的那个外国的外援还有其他的男人。有可能他有特殊癖好，是有可能的，这个不重要啊。那我现在感染了这个某 H， 的东西啊。那我现在感染了这个某 H 什么要跟他说吗？我是建议你就自己默默的处理吧。你现在人在哪儿啊？我在国内，他现在在国外。你在国内呀？那你可以到我们杭州，你可以
处理一下，可以处理一下。我觉得这不是重点，这都不是重点，重点是你不是非常非常需要这个人帮你还房贷，这个才是重点吗？那其实就是我觉得我跟他在一起，其实会耽误我正常的择偶。我是不是可以两条腿走路？就是我正常的还是去对碰。是这样的啊，姑娘，你到底让人家给你还房贷这个事儿，是不是很迫切？如果房贷不还，你的选择是什么？我其实没有选择，他不那不就急了吗？你现在也35了，对吧？对，你这个婚恋的问题又不是现在才有的，又不是你认识他才有的。确实是因为我们认识很多很多年，我以前就是会觉得他是个渣男，所以从来没有理过他。然后我去年是因为经济上实在太困难了，所以主动找了他。你的婚恋问题不是这个人造成的好吗？你没有找到婚恋对象跟这个人一点关系都没有啊！你是在没有找到婚恋对象又没有挣到钱的情况下，人家抛出了橄榄枝，仅此而已。人家搭了你一手，救了你一下，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啊！人家从来没有，他没有干扰到过你的婚恋。是的，是的，是的，所以说他经常会跟我说我对你已经很好了。本来就是啊，你也很奇怪，你好像把很多东西怪这个人头上了，跟这个人有啥关系啊？你35岁，你又不是现在25、26岁。我明白你的意思，可能是因为我慢慢的相处过程中，对他有一些上头，会觉得他陪我的时间也不多，然后情感上也不会对我有偏移。这个人是个多难，好不好？你找他的第一天，你也是为了米，你本来也不喜欢，你也认为他是个渣男，你跟他在一块本来就是为了米，也图了米。我觉得你也不用脑子里思考那么多，图了米又想图爱，这不傻缺吗？对，我看了你很多视频，我也是金贵的学员，但是我就发现知行合一这样的事情真的很难很难，所以我就想今天来让你骂骂我。先看明白第一件事儿，就是你本来就是个婚恋赛道没走明白的人，好不好？先明白这个点，人家没有耽误你什么，人家只是给了你600万的救济费，好吧？是，因为我如果跟他分了的话，我其实没有续航能力。你也没有遇到过什么特别好的男嘉宾，你是为他放弃过什么吗？没有啊。其实我有过，就当时他也有一个很精英的男士追我，但是我是因为他当时给我买房了，就放弃那个男孩了。你以为你跟这个精英男就能走到最后吗？你也不是你一年挣的是20到40，不是200到400呀，小姐。你有没有想过精英男会短择你啊？那曲曲，我接下来应该怎么样去跟他相处呢？正常相处就好了呀，该怎么相处怎么相处呀。相处的过程当中时不时提诉求，相处过程当中时不时提诉求就结束了呀。因为他本身我们俩就聚少离多，他经常出国，他回国的话可能就他主动找我的话呢，我都会把服务工作做到极致，然后呢，他也比较喜欢我追着他，所以呢，但是这种过程我真的非常内耗，曲曲，我是不是需要内核更加强大？你需要内核更加强大，怎么做才是重点？对，好吗？我怎么做？啥叫我需不需要内核更加强大？这个世界上谁都需要内核更加强大。曲曲，我需不需要更多的钱？我觉得这个世界上谁都需要更多钱，好吧？这种问题都没有意义啊。就是我是不是还是应该把我的服务工作做到极致，然后精准投入他的喜好，然后不要有这种情感上的诉求，不要图情绪价值。是的，想要米，想法简单一点啊。好的，好的，谢谢曲曲。好，拜拜，拜拜。我们武汉话有一句话叫“要哭不得这一边”，就是本来自己就哪有问题，然后现在终于有个人上来了以后，他就开始找到了一个可以推卸责任的对象，知道吧？是这个概念。本来自己就是大龄单身女青年，是不是？他本来自己的属性就是大龄单身女青年，这种时候你还能遇到一个大佬，他居然还能为你一年付出600多万，你不应该觉得是自己中头彩了吗？在你的这个年龄你还能遇到这样的事儿，你不觉得这已经是脑袋上砸了个大礼包吗？还想啥呀？我的天哪，居然还认为人家这个是怎么害你了？本来我已经耽误到34了，没想到因为他耽误到了35。
啊，不合适吧？咱不能这样，咱做人是不是要有点感恩之心？是不是要知点足？像你们这样的人搞什么都不会快乐的，知道吗？搞什么都不会快乐的，因为你永远都认为你拿到手的这个不是最优解，对不对？你永远都觉得逝去了的那个可能是最优解，你永远都在为当初没有选的那个选项描绘一个美好的蓝图。没有选择的那条路，没有选择过的那条路，你不知道那条路是好路还是差路，你怎么知道啊？你选了哪条路，哪条路就是最优解啊。人生禁止内耗，好吗？我们就是禁止内耗，我们选了哪条路，哪条路就是最优解。我们遇到哪个人，我们对哪个人就抱怀感恩之心就好了，对不对？你遇到了个渣渣，你遇了个把你伤得遍体鳞伤的，那你就发现了自己的弱，也相当于是上了一节课。你遇到了一个男人给我付出了金钱，你就感谢这位财神爷，对不对？你遇到了这位男人给了你爱，你就感谢丘比特，完事儿了呗，是不是？你遇到什么感恩什么，知道吧？不要遇到什么又去缅怀那个没有得的那个，没有选的那个，那不有病吗？纯纯有病。人家要是知道自己付出了600多个，还要为你扣个帽子，说，哎呀，都是因为他你没找着婚恋对象，人家真是脑子想破都想不明白这是为什么，是不是？到时候人家又要来说你，说你有没有想过，你遇到我的时候你就是个单身，你本来就没结婚，到时候你又要来跟我说他 PUA， 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对吧？你说你们怎么回事儿？我天天活得这么快乐，这么正能量，你们看，我都已经被逼到这个份上了，我是不是每次还是乐呵呵的跟你们直播？我还在想着，哎，我们在4月里的直播，我们又可以什么麦都连了，我又可以跟大家什么话都可以聊了，什么话都可以讲了，对吧？我又可以给到我连麦客户最极致的答案了，我还会这么想问题呢？我就觉得那沉淀在这里的人，你们都是我的死忠粉。你们都会觉得能够在这里找到我，会有种惺惺相惜的感觉，我还会这么跟自己做思想工作呢，对吧？你们怎么回事呢？都看了我这么长时间了，也是我们的学员儿，每天能不能受到我们的能量场的感染，好不好？每天醒来第一件事，感恩今天发生的一切，感谢今天的一切，期待今天即将发生的一切，闭眼睛之前想一想，真快乐，好不好？来，大家把这个微信二维码扫一扫啊！微信二维码扫起来，就不会走丢我们的直播间。然后呢，这个现在分享还来得及，还剩半小时。你们不舍得让别人看我看4个小时，好歹让别人看我看半个小时行吗？啊，正中间下方有一个转发按钮，可以转发到你们朋友圈，转发给你们的闺蜜群。右下角的小黄车点开，可以看到我们团队所有的付费服务，1v1的文字咨询、语音咨询。刚刚那姑娘，你为啥不去文字咨询呢？啊，舍不得花钱啊？我觉得你极其需要，你需要去稳定一下你的心态，好不好？给你做思想工作啊。唉，下一个。终于换了点有颜色的东西。想天天看我可以，我们我这几天都没有看到我的日常了，是没更新吗？我们的日常都没有发到朋友圈哎。喂 ，Hello， 你好。Hello， 曲曲能听到吗？可以，你说。啊，太好了，等了好久啊，总算连到了。然后是这样，然后正好我今天是有一个问题，想要正好在2023年
就是解决了，我不想再拖到2024年了，然后所以比较着急。然后还好，我现在是我的问题呢，其实是现在是一个感情的一个问题，希望你这边帮我审核一下。如果说不行的话，就放弃就放弃了，我也不想再拖拖拉拉这个样子，就想听一下你的意见。然后另外的话，就是后面就是可能就是工作和这个地点的这个问题，可能到时候想要先请教一下你。然后我这边是想要判断一下这个男嘉宾的这个情况。我本人的这个背景呢是。因为我看一下我的稿子哦，稍等，稿子哦，我的基本盘是个人的话，资产的话，新一线和一线各一套房产，大概价值是500到600，然后普通本科，家庭没有助力也不拖后腿，然后目前呢是36岁，未婚未育，身材和外形都可以，大概6、7分、7、8分这个样子，身材也没有整过，然后长得呢就是很像走那种雌竞赛道的人，但其实我一直走的是雄竞。反正奶茶都从来没有你说的那种没有主动去要过一杯的。然后呢，一路呢是自己是从外企，然后到现在自己创业，然后前2年的收入大概每年是100多左右。然后今年的话，其实市场不太好，再加上我做的事情有点太多了，所以今年可能也就是40多个吧。但未来的话我不知道，但我觉得肯定不会低于40了，应该这已经是我的底线了。然后我的这个男嘉宾呢也是未婚未育，比我大5岁，然后是本地的，他的这个学历和这个家境都比我好一些，固定资产然后没有贷款，大概是1000加，然后一直都是我比较仰望的那种类型，就是很知识面很广，然后之前也在外资待过，赚过70、80，后来他就进这个苹果系统了，现在收入不太高，大概1年也就是10几，但是人三观很好，很正直，也比较好相处，认识了5年，但是我们没有确定关系，基本上每天都有在联系，见面也不多。然后他没有其他的固定的女嘉宾，然后我们推过3次围城，推不动，主要原因是因为他独立生活20年没有办法，家里就是多带一个人。然后他感情经验也比较简单，10点半是正常的。我呢是想拿下他，是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有生育诉求，但是生育诉求呢，我也不是说随便哪个男的都可以，有一些男的，比如长得太丑了，或者是说我觉得脑子不太聪明的，我不想要这样的球。所以呢，就是如果说不是跟这个人在一起，因为他的外形和他整体的这个人的这个底色其实是很好的，很正直的。而且在我前3年，因为我有这个身体因素和事业因素，还有创业因素，这些全部他对我基本上就是事事有回应，有求必应的那种。金钱没有怎么付出，因为他的现金流也不是很多，但是反正就是任何事情就是他能出力的一定出力了，大概就是这样。然后就基础物质条件绝对不会拖我后腿，我可以养家，我没问题。然后现在呢就是我们推不动这个围城嘛，他也跟我很清楚的已经透露过说他确实没办法，但是他有的时候他就说是因为我爱说教他。然后我觉得可能是前面因为我不认识你之前，我确实对感情这块我没有什么就是基础框架，我不是很懂怎么样就是跟男士这边去示弱，我也没有认识到过自己的价值是怎么样的。就今年可能认识你几个月以后，我大概就清楚了，所以现在我就是调整了一下我自己的策略，但是我发现我还是推不动，但是他还是很愿意跟我相处，他可以不占我便宜，但是他还是愿意跟我相处，就是所以我现在想，如果说这种情况我也推不动了，就是那这个人我有没有必要再继续？如果没有必要再继续的话，那我就算了，我就把他当成一个很好的朋友，很好的一个哥哥相处，因为确实人家也没有对不起我。就是这样。你多大？我36。你36？那你干嘛非跟人结婚呢？你这么喜欢，你又说什么自己能独立养自己，你也不需要在经济上让他助力于你。你这样的话，你就先吃了再说，你就生了再说呗。不是，因为你知道，就是有一个问题，我是前几年的时候，因为那个身体子宫出了一点问题，我以前没有过球，从来没有过，然后子宫出了一点问题，我这种情况他只能去做 DIY， 大概率只能去做 DIY，所以我必须要拿到他的同意，我们俩肯定要有。那你直接就问这件事儿不就好了吗？不说结婚呢，就说这个呀。说过了，他觉得一旦跟我有仇了，他肯定是要负责任的，他不是那种不负责任的人。这个我们你说你负不负责任的人那是你的事，我不想让你负责任。我不想让你负责任，我干嘛要去负责任？你想多了。你说我不想让你负责任，你说我就是觉得你这人挺好，基因挺不错。他多大了？
他现在41了，大我5岁。对呀，这41岁都没有人搞得定的男的，你说你去跟他搞这个事干啥？你就跟他说，你说你41了，你也不想要个小孩吗？你说我跟你要个小孩，你说我们俩都没压力，多好呢，知根知底，我自己又能养，我又不要你养，我又不要你负责，想那么多干什么？我这些都跟他说过了，包含就是物质经济条件、为了养家情况，我说完全不需要他，但是他自己的内心他会觉得，如果他要承担一个父亲的角色，他一定要照顾我，而且他说没有不要他承担父亲的角色啊。那我就意思就再跟他再聊一遍呗，但这事儿我其实之前跟他已经聊过了。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因为哎呀，这个事情我之前是属于比较强势的态度，现在我又是比较弱势的态度，就是因为我之前了解到你这边说过，如果一条路行不通的话，我换一个路试试，另外一个路行不行？然后我也试了，他是一个极其理性，就是包含我这个10点半这个事情都是我现在强迫着，但是他的身体很诚实，但是他又内心在不断的抗争。然后呢，前面就内心不断抗争，就这个人搞得他自己很内疚，他又觉得好像我们现在又没有推婚恋，然后又跟我在一起，他觉得很对不起我，就是这种感受。你旁边是不认识男的了吗？我怎么觉得你认识的男的是个神经病啊？哎，怎么这么细呀？这你还觉得他多好不好？这样我都觉得他妈脑子有坑，真的，我真觉得脑子有坑。40几岁的人了，你这搞什么都不知道。40岁的人了，还跟我在这搞这一套，我就觉得我是个男的，然后他是个女的，你知道吗？就这种感受。所以我说我不知道，女的也不是这样的好吗？我跟你说，他所有的这些1、2、3、4、5的顾虑，只能说明，要不就是说他心里有人，只能说明这个确实没有，因为他真的是不一定，真不一定。他可能他自视也很高，他为什么单到现在他还觉得你觉得他要记性挺好？说白了，很多男的是这样的，所谓的精英男呢，他要攀高枝儿，他怕你影响他攀高枝儿，你知道吧？行吧。那他怕你影响他攀高枝儿。有些男的真的，我在上海遇见不少，40多岁的人了，脑子还不拎不清的，还指望找一个经济条件特别好的女的。不，他这个确实是没有，因为他自己是当地人，而且他小时候也是，就是家境什么的都相对还比较不错。他反而是那种，我这个跟他确认过，你是觉得我的条件和那个价值不够，还是你怎么样？就我这都问过，我还问他，他还能明着跟你讲啊？是吗？他还能明着跟你讲，我觉得你条件不够，我觉得你没钱。那你觉得除了刚刚你说的这个方法以外，如果我还是不行的话，行不通的话，这个人是不是就直接就放弃就好了？放弃，我是建议放弃。我在看着男的我都看不懂，真的，真看不懂。你如果说一定要让人跟你去 DIY 的话，那我觉得你还是要找一个起码来讲跟你2个人有共同想法的吧。你说有必要变成这样吗？有必要卑微成这样吗？我又要哄着你搞，又要求着你搞，我又不图你点啥，我也要你把你自己搞这么卑微，你现在把这个男的说的好像阿拉伯王子一样，真的。对，我跟你讲，就是因为我可能在就是当时状态非常非常差的时候，就这个人在你身边，就让我产生了一种叫什么光环，就是我就觉得哇，是有点像那种救世主的这种感觉吧。然后所以就到现在我就还一直非常非常喜欢，但是我现在有的时候就在想，我是真的喜欢还是假的喜欢，我现在有点弄不清楚。所以我说我想，你脑子有问题，真的，你真的脑子有问题。好，那好吧，那你喜欢上的是你自己的一场幻觉，好吧？行。然后还有一个是，就是因为我刚刚提了一下，就是其实我婚姻的诉求其实主要是为了有求嘛。然后现在既然就是有求的这个事情，因为我现在遇到的一些男性，由于我自己的这个叫什么，就是手段或者是这个谈恋爱的这个技巧也不是很足，我觉得我找不到很好的这个男性对我有很好的付出，所以我就是不太想自己搞了。然后呢，我计划的是明年大概去国外去 DIY， 但是我稍微有点紧张，现在因为我没有想好是说我先去冻一下，然后再冻个胚胎，还是冻个冻卵加冻胚胎，弄好然后直接做球，还是说直接就在那边直接做了一个球回来就好了。这个我现在如果没想好，就先冻胚胎，这还不简单。啥时候想好了，啥时候再搞，就准备好了再搞。好，行，明白了。然后另外的是还有一个没有时间了啊，没时间了是吧？好的，拜拜。
我最讨厌，我跟你们讲，我这辈子最讨厌的行为之一就是你们把哪个啥也不是的男的当神搞。我这辈子最讨厌的行为之一就是你把个啥也不是的男的供着当个神在那拜，我见不得。我跟你们说，知道吧？本来我蛮喜欢男的，你们别把我搞厌男了，我跟你们说，真是烦人，这都什么玩意儿都，莫名其妙啊！什么玩意儿？两条腿，两条腿的男人，我听来听去就是个两条腿的男人，我没有听到个什么特异功能，好吧？我最讨厌的什么哼哈还要我撑着来，你这是神经不正常吗？你这属于是什么玩意儿啊？都啊，什么功能，什么性能是你找不到的？有什么功能，有什么性能是不可替代的？你们找的这些男的，开心就处，对吧？处的不爽了就别处，拧巴啥呀？我跟你说，这些人就是被你们这些人给惯的，知道吧？可能像你这样的女的还不止一两个，在他旁边都觉得，哎，你挺好，你挺好，哎呀，优质单身男。我跟你说，像这种男的，他就骗 PMA， 真的，他就应该 PMA 的。你说你一把年纪了，你单身到现在，你不知道什么原因啊？对不对？不知道自己啥毛病啊？是不是不知道自己啥毛病？资产水平吧，搞个中不溜，对不对？年龄吧，搞个老大难，对吧？然后10点半吧，搞个将就，完了以后居然还一天到晚的什么，人家要跟你搞球，你还在那推搡搡，是能不能正常点？你应该这么跟他聊，知道吗？你能不能正常点啊？我现在是在给你解决方案，知道吗？我是在解救你的人生来了，你搞得在那推推搡搡的，真是烦人，好烦你们啊！你们别来我这烦呐，真的是，哎呀，还害羞上了，真是，哎呦，好烦呐！大家把这个二维码扫起来啊！还有没加微信的，把二维码扫起来。然后那个小黄车点开，可以看到我们所有的服务类目，我们的文字咨询、语音咨询、闺蜜圈以及金贵的关系正版课程。然后正中间下方有一个转发按钮，转发可以转发我们的直播间到你们的朋友圈，或者是到你们的闺蜜群啊。我天天都在恋爱，我能不恋爱吗？人生要是每天被封号还不谈恋爱，我也太苦了。我被封号了，我不得充电呢？你们这些人啊，我不得练个手啊？我每天我的手能生吗？我手不能生，懂不懂？谁啊？下一个。喂，你好。谈恋爱，你们就知道是个男的就行了。我谈恋爱主打就是是个男的就行了。Hello， 你好。喂，你好，曲曲，听得到吗？听得到，你说。你好，曲曲，我今天是上来请教，就是怎么跟我的前任男友推围城的。我的个人情况是这样的，我身高170，然后体重110，外貌大概有个7、8分吧，然后我是体制内，然后年入17W 左右，然后我个人家庭资产大概在5000万加，然后家里大概年入200到300这样子。然后我的前男友是帮家里做事，然后自己有在创业，他年入大概是几百到几千不等，因为现在市场环境不好。然后我的年龄是27岁，他是25岁，我比他大2岁。之前我们是一直在那个我们谈的时候一直在推围城，因为他爸爸家里身体不好，然后一直希望他尽快进入围城这样子。然后但是推围城的过程中就是没有那么顺利，然后2个人分手了。分手了之后，我们现在是断联了8个月，然后现在又联系上了。
联系上了之后，他天天就是跟我打电话聊天，就是很黏腻，像恋爱的时候一样。但是我想跟他继续推这个围城，我表达了想确立关系的意愿，他就是有在逃避，然后不确定。就是觉得现在这样状态也很好，也不想再进行下一步，我就想问一下曲曲该怎么推进。男人只有在自己想结婚的时候，才有可能遇到那个结婚对象。在他自己不想结婚的时候，他遇到再好的人，也不会是结婚对象，知道吗？他现在还很年轻，他还想玩儿，他自己糊弄弄的跟你们办，他可能也就推着他就办了。但是一旦他没办，他冷静下来了，他突然发现，哇塞，我的人生还这么的好，我还这么年轻，我着啥急呀？他就不想搞了，知道吗？如果你着急结婚，我是不建议你这样子去搞的。但是，曲曲，你之前说推围城有2个方法，一个就是带球，然后一个就是断联，然后，找了新人，然后让他再过来反。你跟这个男生带球，那肯定能推围城，那就看你愿不愿意了。你有这个必要吗？但是带球的话，我就觉得，因为他那方面措施做得很好，很自律，我觉得我，那就是做不到喽。然后，但是他又表现的就是，感觉在外面看了一圈，还是我最好，还是最喜欢我。想跟你谈恋爱，跟不想结婚冲突吗？那现在就是我今天跟他说了，我说我给你下最后一次通牒，我说如果你还是继续现在的这样的想法，我们就不要联系了。然后他说他要考虑一下再答复我，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做呢？哎呀，你这个路线都不对，知道吧？你们想要跟一个人推关系，首先是要让这个人上头。这个男生他现在在一个极其冷静跟理智的情况下面，他大概率给你的答案就是否定的，或者就是一个拖字诀，明白吗？其实他都不上头，是你比较上头哎。是的，是的，如果今天上头的人是他，那连麦的也不是我了。就是这个问题呀，所以你说什么给最后通牒这个那个，你的最后通牒对他来说是无效的，没有意义呀。那我现在怎么让他上头呢？我之前就是我们谈恋爱大概1年多左右，他大概付出了100个左右，然后我最近再让他付出，就是复联到现在他大概付出了7个 W 左右的礼物加转账。我就想，本来我是想通过让他花钱的方式让他加大他的投入，让他上头，但是他现在我感觉好像下米有点难。他不会啊，一个是他不会很大的付出，再一个他不会因为他的付出上头，他现在是在用他的付出买单啊，他付出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自己拖着你不愧疚，知道吗？那我现在就是等于说是什么操作都没用了。你不行，你说实话，你可以来杭州线下课，你要不把这方面提升一下，万一惊艳到他了呢？像他们这种年轻的男孩子还是没见过什么世面的。我跟他唯一一个非常契合的点就是我们10点半特别的和谐。他说那不一定，他特别喜欢跟我10点半。我们在这里啦，遇到的每一个女生都跟我们说她们很满意很和谐。但是其实吧，往往吧，就是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东西是跟你们想的不一样的。我只能说这是一个方向，可以试试。但是呢，除此之外，我光从情感或者说情绪层面上来说，那就很难了，那就没有什么可操作空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当时我们在推婚恋的时候，就是我们家跟他们家谈的是188米的彩礼，然后但是我的陪嫁也是188米。然后因为他之前给我渲染的就是我觉得他们家条件很好，然后所以我才会提出一个这样的数字。然后但是他给我的感觉就是说
他觉得这个彩礼太多了，顶多给100左右，然后但是可以给我买一辆很好的车子，大概300到400左右，所以这个事情就是也相当于在画大饼嘛。没有，他可能想的是彩礼的就是给你的，但是车子可能是你们俩共同的。哦，可能是这样。那现在就是如果我一直去逼他，其实也不会有什么效果了吧？没有意义，没有任何意义。没有任何意义。那如果软一点也没有意义，就是怎样没有意义。我说嘛，从情绪层面上没有意义。就只能搞10点半。也许要惊艳对方，可能会不一样。因为他年轻啊，因为他年轻，毕竟他还小，这个事儿才有的可能惊艳对方。他年纪要是特别大，他要是个老油条，还是个超级有钱的老油条，那可能就比较难了。他是比较年轻，但是他因为家里有一重因素在，就是他父亲身体不好，可能也尽快希望带球啊，就结婚啊，就这种，就有一种压力在推他嘛。之前你现在就是在自我欺骗，你自欺欺人，你自己往怀里作揖，属于是在。那如果他提出跟我不结婚，但是可以带球，我要答应吗？可以答应啊，但是我觉得他一定不会这么提，他不会这么愚蠢的，把自己往火坑里头推。这是火坑吗？那应该是在他有大额付出的前提下，我才能跟他带球吧？不是啊，因为他提了这个东西，一旦你带球了，你去找他爸妈，他最后还是得跟你结，大概率。那也不一定，他不会把自己搞得那么被动的。万一他不认账呢？不太会。他现在还得靠他父母生活吧？没有，他自己可以养活的自己，可以承担。养活自己是什么概念？就是1年也能赚个几百 W 这样子。他25岁1年赚几百，他干啥呀？他是做那个海运的，他们有那个邮轮。是他自己吗？还是他家里的产业？他家里的，但是现在这2个都归他管，然后收益也归他管，就是这样子。我认为啊，像这样的人，如果说你带球，如果他的父母还有比较大的话语权的情况下啊，推婚恋的可能性是非常之大的。因为说实话，就是说他不推这个婚恋，所有的人都说他也没有他必要承担这个道德压迫感。所以啊，他现在的状态，如果你让他说跟你说什么带球不结婚，我觉得他不会说这个话，他根本就不会给你这个选项。我认为，他今天有跟我说，他也之前有跟我说过，说可以考虑带个球这样子，但是也没有往下深聊，就是这样子。我觉得他不太会，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你后面推起来的话，相对来说会容易很多。但是我带着球再带着你爸妈一起去搞事儿的话，那他可能就比较迫于无奈，最后还得结。但是我就是觉得，如果我真的带球了的话，可能我想要的那些条件，包括彩礼啊、车子，就比较难实现，比较难实现。那是肯定的，那就要看你想要的优先级了，对不对？那现在人家都不愿意结婚了，那说明了不愿意结婚了，你还想要条件，那你不想多了。就是其实只有是他推动的时候，我是有话语权的，但是我推动的时候，我没有话语权。当然，好的，明白了。那还有曲曲，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喂，我们时间到了，再见。太年轻了，还找比自己小的，你们还想推结婚？你们跟谁都结婚，天天结婚。年轻男孩子但凡在外面晃一圈，发现自己有市场之后，就很难结婚。我知道的所有的富二代，在年轻的时候，如果要不就是他学生时期的对象，如果不是他学生时期的对象，他都是先带的球，再结的婚，先上车后买票，都是这么个处理方式。很少会有进入社会之后，掌握了经济权之后，然后还能在外面正常顺序结婚的。这是属于理想化，你们知道吗？这全属于理想化。那男孩子在外面一发现自己有市场，他肯定不想结婚的，他玩都没玩够，他怎么会想结婚呢？不带球接不了，接不了一点儿。
啊。而且我跟很多的男孩子，有钱的男孩子的父母都聊过，我跟很多有钱的男孩子家长的父母都聊过，像他们的父母啊，一般比较支持的也是他们第一个呢，选择非常门当户对的结婚。如果是学生时期就在一块的，如果是同校的，大概率他们会比较支持，因为其实很多的父母他们愿意保护这种比较纯粹的、简单的爱情果实，尤其是一些有钱的父母，他们是愿意保护这种状态跟关系的。再就是，如果他们的孩子是上的，因为有钱的上的都是比较好的学校的话呢，他也会认为这个女生，第一，她的家庭条件不至于太差；第二，就是她能够有这个教育水平，他认为也能够有共同语言，所以他们是愿意接受的。如果说是走入到社会之后，除非是非常门当户对，知道吧？他首先第一个看的就是门当户对。如果不是非常门当户对，那90%就是带球上位。我问过很多男孩子的家长，他们就是说，反正我们是儿子嘛，那在外边的女孩子如果说有球了，那我们就要呗。他们反正是支持要的，都是支持要的，但是支持要不代表他支持接。支持接那还得有一些工作，就是说这个父母他们自己的社会身份啊，对于民生这件事儿是不是比较看重？如果他们做的行业，他们自己的社会身份对于民生他们也觉得无所谓，那还不好说，是这样的，知道吧？我单身，没结婚的不就是单身吗？没结婚的就是单身啊。这个东西不是连一个横杠是吧？所以连最后一个。喂，你好，曲曲。哎 ，Hello， 你好。哦，我这个能看到头像吗？别人应该看不到啊，只有我看得到。好的，吓我一跳。就是，你好，曲曲，我这边是金贵学员，我目前比较纠结，今天想请教你，帮我梳理清楚一下下一步该怎么办，这段关系该怎么处理，以及行为计划。我自己的判断是男嘉宾，偏黄地蓝多一点，其次是伯乐蓝，其次是生意，其次有点。判断，你说事实好吧？其次是事实啊。鸡肋属性都有，然后多偶。面对这种关系，现在很不甘心，但又吃不下。男嘉宾是地亩产行业的。具体收入不清楚，大我20岁，在一起2年半，付出礼物、房子、车子，差不多七七八八加起来的话有280多个，差不多300个了。且平时对我呵护有加，非常照顾。我自己在创业期间，目前的颜值的话大概6至7分，身材可以，90斤，穿着时尚气质打扮。目前收入的话能够维持基本生活。前几天才发现他和其他的女嘉宾在一起，但是我没有闹。女嘉宾的身高1.6米，110斤，大我1岁。他们在一起目前8年了，但是那个女孩子现在还在厂里面上班，应该是做什么东西吧，销售吧可能是。然后大佬给他在县城买了一套房，在新一线城市的郊区买了一套房，穿着非常的普通。然后因为大佬说过喜欢穿着比较低调一点的。一开始我也问清楚了，我说他和他家里那位有没有那个啥，然后而且还问过他有没有小三，他说都没有。然后我跟他在一起3个多月的时候，发现他有小三，当时他解释说，只在一起5年，已经分开了。其实当时已经在一起8年了，就是到现在为止在一起8年了，我是前几天才知道的。然后呢，现在他当时跟我说的是已经删除没有联系了。然后我看到的那个转账记录就是520呐，然后3000、4000。他和我在一起的时候转账就是转的5200啊，然后每个月4个，准时到账，还能发一些水果海鲜钱，平时都是转1万2万这样子。所以他说他没联系了，我也信了。这2年期间我感觉他老是不对劲，就为这个事情老是吵架就把他拉黑，然后他就开始经济制裁，
几天后又会主动加我，然后但是又不承认，又会把我哄回来。我也没有证据，每次都相信他。但是他每一次都是我们两个人每次都是不欢而散，反反复复，才知道他是为了腾出时间来去见下一位，因为他搞清楚了规律，或者是先见他把他搞毛了之后来见我。期间有分开过，分开1周，我去了他城市出差，他约我见面，打电话说了一堆好听的话，说带我去了哪个国家去旅游怎么样，然后花了12个左右，然后说回来之后就不要和我闹了。那我就问他，他说你不要无中生有，无理取闹。分开1个月之后呢，回来之后他就直接我就问他基本生活费还会不会给我，他说不给，直接说的不给，斩钉截铁的说的。然后他就把我搞毛，然后我们两个人又分开1个月，其实陆陆续续也给了2、3万吧，就每个月。我根据我自己发朋友圈的时间和他那个女嘉宾的发朋友圈时间，然后就是吻合了，就是我们两个人 emo 的时间就是他 emo 的时间就是我开心的时间，我开心的时间就是他 emo 的时间。然后呢，到了今天，因为我根据他这个规律判断，今天就是他们见面的时间，然后纸包不住火了，一大早就莫名其妙倒打一耙，说我无理取闹，说找他的问题，他让我安静几天，因为可能那个女嘉宾快到了。这可以不写片吗？你快点说呀！说完了，然后他就说你不要发疯，他说我是在帮你，他说你不要跟我闹，你日子好过得很。然后下一步我该怎么办啊？我怎么处理？你想干嘛？你要啥？我也不知道。你多大了？我也30了。你30了，你准备跟你准备结婚不？你想找人结婚不？我是离异的。我就问你想不想找人结婚？不想。不想哈，那不想的话，那你就把爹爹大腿报警嘛，是不是嘛？是不是把爹爹大腿报警？真的吗？要不然呢？你不想结婚，你也不抱爹爹大腿，你干嘛去呢？为什么啊？那你觉得你应该往哪走呢？你是怎么想的？我自己这个赛道，我自己的工作的话还是蛮有前景的，是我家族企业算是。1年多少钱？现在没好的钱，但是就是个基本生活费的差不多吧。基本生活费是多少钱？因为我都是自己入账自己那个的。你说呀 ，How much？ 没有算过哎，真没算过。没算过。你别其实还有个群的姐妹也说要我抱紧大腿，哎呀。不是，你就回答我，不是非要抱，好不好？你要是能过清贫的日子，就可以不抱的。哎呀，我怎么办呢？其实我还挺喜欢他的，我都想退出。我说让你们在一起算了，反正我再找一个也可以。我问什么你答什么。你现在1年挣多少钱？10多万吧。10几万？请问1年10几万，你是不是过得很潇洒？也并没有，但是我还可以，可以什么？说呀。我看评论去了，我还可以就是做一点其他的销售这样子。反正就是1年你自己挣的够不够自己潇洒，爽不爽？玩的开不开心？差不多吧，也还行吧。那就但是确实抱爹爹大腿肯定是更好了，但是别，你干嘛呢？你又不要那么多钱，你要那么多钱对于你来说是累赘是负担，是不是？何必呢？你吃那个钱跟吃屎一样，别吃，千万别吃，好不好？我就建议你分。真的。我建议你现在立刻马上分。他现在也没给我好的钱，现在就给我给钱了，现在立刻马上分噻，现在立刻马上分。他是说叫我不要闹，他这样跟我讲，因为他那个女朋友谈了8年了。你是来吐槽的是吧？吐完槽下去该干嘛干嘛，是不是？就是想过来聊个天儿。不是，我是真的想你们给我出主意，是真的，不然我其实这个真的假的？真的呀。哎，好吧，也不是不可以。哎呀，我也想。对呀。千万要分，对不对？人活一口气，人活一口气啊，姐妹。他骗了我2年。人最重要的就是我必须要站着，对吧？那男人算什么？钱算什么？那我太担心了。他要不就是把他那边搞火了，先来找我；要不就是把我这边搞火了，先找他，这样子。那不是不是，那是因为你们都不能接受这件事情，他只能用这种比较低级的打法嘛。如果你们都能接受，他不就开开心心的这边？关键是他还倒打一耙。
没有倒打一耙呀。他说我们在这里闹，他说你是不是没搞清你们是在闹啊？你们是在闹呀？自己在笑。哪里倒打一耙了？好吧，哎呀，其实我也难道是他这个时候你说宝宝，你这几天去那边你要注意身体啊？他要是没给你做好吃的，你回来找我啊，然后再跟他收拾几件好看的衣服加领带给他配好了，难道你是这样送他出门的吗？你知道我是怎么猜出他是跟他前面那个搞翻了再找我的吗？因为有几次他来见我说你声音怎么哑了？我说你是不是跟你前任吵架了再过来的？他说我为什么吵架了过来？我说这样你才有假期啊。他看我一脸懵，他看我。你现在就是喜欢被别人当做很聪明的样子，反正你也不爱钱，无所谓。没有，我真的我就是随便一说，我哪晓得说对了。我们还有1分半钟，你需要我给什么建议呢？你说吧，我听你说吧。我说完了呀，我说你要分呐。好吧。哎，都这么讲我在看。分了不许和好啊，给多少钱都不许和好啊。哎，其实他对我挺好的。给我，哎呦我的妈呀！跟别人没买过，没买过吧？好不好？去看病啊！好吧，去看病啊，去看看脑科。好不好？不切片是吧？可以不切片吗？我阻止不了任何在我直播间的人干任何事情。行吧，可以。好，我跟你们讲了噻，人就是这样的，人活一口气，对不对？树活一张皮，人活一口气。你们干嘛非要让别人跟爹爹好呢？别人不想跟爹爹好不行，别人不想跟别的女的分享爹爹行不行？咽不下这口气，吃不了这口饭，谈不了这种朋友，行了吧？我就只能跟一个人1对1，穷点无所谓，我可以吃糠咽菜，不重要。我就是要这么牛逼，做小伏地好不了，对不对？我可以有清贫的王者风范，那你非让他跟人家爹爹好干啥呢？对吧？你干嘛呢？你们不要强行参与别人的因果，好吧？那为什么呀？为什么要跟爹爹好呀？我也可以自己养活自己，我的事业很有发展前景。那你跟他分呢？啊，其实他对我还是挺好的啊，是不是得看脑子？是不是得看脑子？哎呀，别劝他1v1了，他别把我们老是脑子搞神经了。让你走东，他说西好；让你走西，他又说东好。你说搞得赢？我跟你们说，人呢最怕的就是无法正视面对自己，没有办法正视自己的欲望，这就是一个人最愚蠢的地方，知道吗？人呢不是说不可以说我不为五斗米而折腰，是可以的。你们听我说，不为五斗米而折腰是可以的。但是你不能表演不为五斗米而折腰，其实心里想要的要命，这是不可以的，对不对？人可是不是一定要爱钱，一定要视财如命的？不是的。但是呢，人不要表演说我不爱钱，其实心里又视财如命，对吧？最重要的是你自己不骗自己，坦诚面对别人，正视自己的欲望，你才能找到方向。你这个方向才是你清晰的路，对不对？不要自己明明就是要搞米，然后说自己在搞爱，明明不喜欢那么多的钱，非要说啊，其实他给我那么多钱，可是那么多钱让我很痛苦，那就没辙，对吧？那就一点意思都没有了。人首先是要自洽，对吧？有很多的人，他们其实是没有什么物欲的，他能够每天在外面，他甚至于可以自己搞个重点菜自己吃，他不参与你这个浮华世界都没有问题呀，他能自洽呀，他热爱那种生活。你说他如果真的是一个在农村里面活着，自己种菜，他就很开心，种花种菜他很开心，他需要那么多钱吗？他要买 LV 吗？他要买香奈儿吗？他买了干什么呢？没有意义呀，对不对？你可以没有物欲，但是你不能伪装没有物欲，这个很重要，对吧？不要人家跟你说，哎呀，那你想要钱，你不得把这个爹爹的大腿抱紧？你跟我说，我可以自己挣。好，我再问你，你挣多少？我1年挣10几万，那你养得活自己不？但是我还能再想想别的办法。我说行，你也能自己挣，也能想别的办法，那你就好好搞，不要跟爹爹来往。可是爹爹对我挺好的，那就完蛋。你是不是完蛋？你的人生是死循环。
对吧？你的人生没有出路，没有解决方案，你的人生是一个死循环，因为你始终在推翻真相，对不对？你一直推翻真相，你怎么能够得到真相呢？对吧？是不是这个道理？